今日我将托付于你。这简直是疯了！我夫君尸骨未寒，您怎能说出这般荒唐之言？老太君，您是悲伤过度，糊涂了吗？他就是个风一吹就倒的病秧子，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凭什么？四妹慎言。奇怪，九弟今日的气息似乎比往日沉稳了许多。这个老太君还真是不简单啊！这分明是想将我们八姐妹背后娘家的势力、军中派系和萧家这唯一的南京绑在一起，去赌萧家那仅存的一线生机。这老太婆比我这个特种兵王还狠，这是什么虎狼之词？穿越成这么一个病秧子，老爹和8个便宜哥哥还成了全家桶，这是什么地狱开局啊？祖母，圣旨到，陛下有旨，镇北王府满门忠烈，朕心甚慰。然北境不可一日无帅，即日起由禁军副统领李牧暂代镇北军节制之权，总领雁门关防务。另外，陛下体恤王府诸位夫人孤苦无依，特旨可随杂家即刻启程回京，由礼部妥善安置。到了京城，有的是福气等着夫人们呢。放肆！你想干什么？哪家可是代表着陛下？公公，这圣旨是丞相秦松你的吧？你血口喷人！圣旨乃是陛下金口玉言，岂容你这黄口小儿在此妄加揣测？果然是这个老东西，皇帝默许丞相操刀，好一出君臣合谋的戏码。我只是好奇，秦丞相怎么会拟出这么一份满纸都是破绽的圣旨来？破绽？庶子无知也敢妄议圣旨？不敢妄议，只是就事论事。其一，按我大夏律例，凡一品大员为国捐躯，当举国哀悼，其家眷须守重孝100日，100日之内不议军政，不谈人事。公公，您手拿一份语序不明的圣旨，强夺兵符，是想让当今陛下背上一个刻薄寡识的千古骂名吗？其二，我父王乃先帝亲封的镇北王，按照我大夏军中铁律，想要收回兵符，须有新帝手书、兵部下发的公文，以及枢密院的调防令，3者齐备方可交接。敢问公公，这3样东西，您可有带来哪怕一样？其三，圣旨上说将我8位嫂嫂带回京城，由礼部安排。这个安置是赐他们宅邸，让他们颐养天年，还是将他们软禁，任由朝中豺狼分食？圣旨上为何不敢写得明明白白？若是丞相借机揽权，构陷忠良，您今日强行拿人，他日陛下追责，这黑锅是您担，还是秦丞相担？我萧家这条蛰伏的幼龙，终于在满门尽丧的血泊中睁开了他的眼睛。这还是那个见到生人都会脸红、懦弱无能的九弟吗？这个小叔子根本不是什么人畜无害的绵羊，而是一头已经觉醒的恶狼。公公明鉴，我等并非抗旨，只是圣旨与大夏历法、祖宗规矩相悖，不敢擅自执行，恐负皇恩。那以九公子之见，该当如何？我等愿遵圣旨，只是父兄心丧，于情于理须守孝，恳请公公回禀陛下与丞相，容我萧家守满100日重孝。100日之后，兵符交接，嫂嫂入京之事，我萧家必遵圣命，绝无二话。此计妙极，即刻回禀陛下与丞相，萧家接旨，唯依大夏礼制，需守孝100日。九公子所言有理，咱家便替你们向陛下求情，100日之后你们好自为之。其他人都下去吧。月儿，你过来。目标萧秦氏，状态悲痛至极，孤注一掷，心率约110次分，微表情眼睑低垂，嘴角紧绷，正做最后权衡与戒备。赌我这唯一筹码是废铁还是利刃？
起头来！方才我当众逼你一肩挑，你怎么看？说实话，若有半句假话，我现在就打死你，免得你将来败坏萧家名声。您这一招很高明，也很残忍。您是要用联姻这根绳索，把8位嫂嫂和他们背后的势力死死绑在萧家这条破船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若我刚才没站出来，祖母就算背负骂名，也会硬把婚事做实，只为让萧家还有一条活路。父兄战死，30万镇北军群龙无首，如今的萧家在朝廷眼里是心腹大患，在世家眼中是一块没了牙的肥肉。8位嫂子各掌8方势力，背靠朝堂财阀与草原势力。皇权若以利诱威逼，强令改嫁，他们一旦离去，萧家资源人脉军心尽失，镇北王府必成空壳。苍天有眼啊！战儿，你看到了吗？我们萧家或许还有希望。持此令，镇北王府尽归你执掌。镇北军中，萧家门生顾意，见令如剑帅。我将萧家满门荣耀、30万将士性命、8位嫂嫂的未来，这天下最重的担子，我今日尽数压在你一人身上，你背得动吗？九弟，前面就是北大营了，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大嫂觉得我不该去，不是不该去，是你不配去。北大营的将领向来只臣服强者，如今主帅战死，军心大乱，他们正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你手持祖母令牌前往，在他们眼中不过是拿鸡毛当令箭的笑话。大嫂说的对。大嫂，你信不信？有时候杀人不用刀，驯兽也不用鞭子。大嫂，进营即可。既然你要去自取其辱，那便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军营。驾！老王爷一生英雄，竟落得马革裹尸，朝廷还要趁机之收权，老子不服，大不了反了。没错，点齐兵马杀回京城，问问那皇帝良心何在？军心真的乱了。这是那个只会读书画画的九公子，他来干什么？这男人是他。大嫂带路吧。参见少夫人。哼，哟，这不是九公子吗？怎么不在书房里待着，跑到咱们军营大营来了？雷烈，不得无礼！无礼！老王爷与8位少将军尽数战死，我们这群废物只带回了他们的尸首。现在朝廷明显就是要亡萧家，亡了咱镇北军。那小子除了吟诗作对还会什么？他能上阵杀敌吗？能带我们报仇吗？既然不能，那就滚回镇北王府，别在这碍老子的眼。大嫂，让我来。雷烈，性格鲁莽、忠诚、直肠子，当前状态极度悲愤、自我厌恶、醉酒。弱点：对萧家的绝对忠诚以及对懦夫的痛恨。战术制定：攻心为上，以暴制暴。看什么看？信不信老子？你敢打老子？打的就是你这个废物！萧家的人还没死绝，只要我没死，这镇北王府的旗就倒不了。你若还是萧家的兵，那就给我振作起来！
等着老子带你去杀敌。若是觉得自己是个废物，现在就滚！这真的是那个九公子，这股子狠劲儿，简直跟年轻时的老王爷一模一样。众将听令，末将雷阳参见少帅。参见少帅。末将有罪，请少帅责罚。请少帅责罚。血仇未报，边疆未宁，何谈请罪？我新月的兵可以战死，但绝不能关爱一个废物。都站起来！是。传我将令，即日起，我搬驻北大营，1个月内，我与众将士同吃同住，一同操练。少帅，这绝对不行！营里天寒地冻，操练更是辛苦，您的身体扛不住啊！九弟，这不是在王府后院，你这样会死的。雷烈，你刚才说我不能带你们报仇，对吗？你说的对。我与将士同生共死的将军，不配命他们冲锋陷阵。我要让他们亲眼看看，带他们踏平黑狼部王庭的统帅，是不是只会空谈的孬种？我新月敢陪他们共赴地狱，更能带他们杀出重围。这才是萧家人该有的样子。他娘的，少帅都不怕死，咱们还怕个球？愿随少帅同甘共苦，愿随他共苦，同甘共苦。是。大嫂，别让他们知道。你疯了吗？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把命搭上，你觉得值得吗？我去叫军医。千万别请军医，若是传出去，新任少帅是个刚收完誓言就倒下的弱兵，这支队伍就彻底散了。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这么好强？帮我去王府找二嫂。二妹沈静书一手医术神鬼莫测，找她确实比找军医强上100倍。你等着，要是死了，我正好把你跟你那8个哥哥并排摆着。二妹，你快看看九弟。怎么样，二妹，九弟他没事吧？九弟这是心神耗竭太过，引动先天旧疾，导致气血逆行。好个二嫂，一眼就看穿了本质。那他明天还要去新兵操练，岂不是去送死？九弟，以你现在的身体，我劝你即刻回府静养，用好药调理，或许还能多活几年。如果你非要入营操练，那你马上就能见到你那8个哥哥了。二嫂，你沈家的鬼门13针能从阎王爷手里抢人，我不信你治不了这点虚症。沈家秘术向来传男不传女，我是偷偷学的，九弟怎么会知道？你是听谁说的？他的针法身上那股药味，再加上原主记忆中的江湖传闻，沙盘一推演，真相便再清楚不过。我如何得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萧家如今不能没有我。我若倒下，嫂嫂们与3军将士该如何是好？二嫂，你也不愿萧家就此散了吧？唉，这是透骨丹，可强催全身潜能，但药效一过会反噬剧痛，还会永久损耗寿元。这是透骨丹。九弟不要！多谢二嫂成全。你这样做真的值得吗？若我不这么做，萧家只会被这漫天风雪彻底掩埋，透支性命又如何？至少我新月宁可站着死，也绝不跪着生。少帅有令，寅时3刻教场集合，谁敢迟到，今天就没饭吃。这么早集合，疯了吧？天都没亮透。听说是那个九公子要来，我看8成就是做样子，走个过场。招虎出列，末将在。按昨晚说的，开始吧。全体都有，绕校场跑20圈，跑不完的没饭吃啊！20圈？赵教头疯了吧？这会死人的，天这么冷。都他娘的看什么看？少帅都跑了，你们只要腿没断，就给老子跑起来！
警告：身体机能已达崩溃临界点，立即停止一切剧烈运动，否则将造成不可逆的永久性损伤。我要告诉这军心涣散的镇北军，萧家的人每一个是孬种。少帅，早饭吃什么？少帅，您还是去中军帐吧。大少夫人给您留了肉糜粥。大范，一支连温饱都保障不了的队伍，怎么能稳住人心、凝聚士气？会是我们的完形城的北大五嫂，哟，这不是我们的大英雄九弟吗？这北大营里的粗茶淡饭滋味如何？五嫂，这就是你掌管的后勤。朝廷断了粮饷，你知道30万大军一天消耗是多大吗？嫂子，我不是在怪你，我是想送给你一桩生意。你听说过战争债券吗？什么券？就是以镇北王府的信用为抵押，向天下富商借钱打仗，赢了就用战利品加倍偿还，这就叫债券。九弟，所有的信用都要靠足够的武力来支撑，可我们现在缺粮。这就是启动这盘生意的本钱，它叫蒸馏器，能把最劣质的酒提炼成比火还暖的烈酒。在北境，这样一口烈酒能换来多少牛羊和黄金？五嫂，这笔买卖你做还是不做？在北境，烈酒可是比黄金还硬的通货。这笔买卖我接了，刨去成本赚的钱我要3成。嫂子，我1成都不要，我只想要让我的兵在1个月内顿顿有肉吃。成交。我他妈要死在这儿了！九弟，别碰他！二妹，你快想办法救救他！跟整个萧家的村王比起来，我这点罪又算得了什么？二嫂，我需要一个能彻底改变我体质的办法。办法，我确实知道一个。我沈家记载着一剂古方，它不治病，只换命。它会以最惨烈的方式逼出你所有潜力，让你在剧痛中破而后立，过程会比你现在痛苦千百倍。数百年来尝试此法者无一生还。二嫂，那汤什么时候能备好？新月，你疯了！你只要好好养着，哪怕不能上阵杀敌，起码能活着。萧家不能再死男人了。我不能看着几位嫂嫂在前面冲锋陷阵，拿命为我换来苟延残喘的时间，那样活着比死更痛苦。二嫂这药我喝，那我现在就去准备。此药需要沐浴49天，但凡有1天中断，则药力逆行，经脉尽断，神仙难救。大嫂、五妹，我去配药，你们去准备一个浴桶，水要滚开，另外找一个木罐，用软布包好。要木罐干嘛？给它咬着，省得它会咬断自己的舌头。下水吧。五妹，加火！放弃吧，跳出去就不痛，跳出去就不太坚持，不是的意思。挺过来了。连续2日玩命操练，镇北军士兵已彻底服了这位少帅。少帅，您今日就一旁看着吧，身子扛不住。不必。全体注意，攻防对抗开始！杀！杀！九弟，少帅，我不是故意的。战场上没有故意不故意，你做得很好，再来！
训练结束。再这么拼命，10日之内9死换生汤也救不了你。我心里有数。二嫂，我这身子是不是强了些？成了，九弟，真的成了！按你给的图纸，烧白子酿出来了。好酒，真是好酒！有这酒，咱们军粮就有救了。草原人定会拿2马肥羊来换。五嫂，这只是第一步，我要你以王府名义成立北境商行，不止卖酒，我还要控住北境所有贸易，粮食、布匹、食盐、铁器，我都要插手。九弟，你疯了！你这是要与整个北境商帮为敌，他们背后有朝中大员撑腰，我们根本扛不住。所以才需要你的商路人脉，加上我的烧子和未来的战争债券，足够撬动整个北境财富。我要让商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让他们的钱流进镇北军的口袋。我要让士兵顿顿有肉，人人有新衣，有力量斩下敌人头颅。好，九弟，这笔生意我接了。从今天起，我温如玉的嫁妆就是你新月的本钱。你要怎么玩，嫂子就陪你玩到底。他这是怎么了？他找到了比赚钱更有意思的事。你真要跟北境商帮掰掰手腕？打仗打的是钱和粮，士兵连饭都吃不饱，难不成靠一腔热血挡刀子？可与商贾争利，非将门所为。将门所为，就是眼睁睁看着士兵饿死，换一句忠烈可嘉。时代变了，现在活下去才是唯一的规矩。三营王二麻子昨夜冻死在哨塔了，连件厚棉衣都没有，怎么熬啊？自己一直坚守着那所谓的荣耀，真的比士兵的命还重要。晚饭加餐，有肉！别骗我们了，多久没尝过荤腥了？看，武少夫人压着羊肉来了！少帅下令，人人有份！都别抢！少帅赏的肉粥。好吃，跟着少帅有肉吃。少帅威武！少帅威武！这只是开始，我要锻造一支无坚不摧的铁军。九弟，还要继续？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好事。坚持住，对自己比敌人还狠，这才是能救萧家的人。少帅这进步也太快了。烧刀子，一坛换3只羊。我用1匹战马换1坛。吃饱穿暖，跟着少帅打胜仗！打胜仗！九弟，运酒车队被劫了，酒被抢光，人也被打伤了10几个。公府怎么说？郡守是秦松门生，说是马匪劫道，是四海通商会干的，背后是户部侍郎周扒皮。我们的酒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竟敢动王府的人，他们是吃定我们不敢把事情闹大。如果我们动用军队，就坐实了我们拥兵自重、欺压良善的罪名。九弟，给我50精锐，我去砸了他们的铺子，出了事我绝不连累王府。五嫂，不可！难道就这么算了？镇北王府的脸面就这么被人踩在脚下？五嫂，你好像忘了，在天下人眼里，我还是那个只会吟诗作对的废物公子啊！哀痛欲绝之下破罐子破摔的纨绔，带着几个忠心护主的家丁讨要一个公道，不是很合理吗？我懂了。他们想看戏，我就演一出大的。九弟，你是想用纨绔这个形象做伪装，去对付四海通？没错，一个不学无术的九公子带着家丁去讨公道，秦仙就算想找茬，也根本抓不住什么把柄。这个小叔子脑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东西？五嫂，你把他们抢走的那批酒的货单准备好，上面的价值嘛，你懂的。我懂，保证让他们赔得连裤子都当掉。少帅，您怎么来了？我来找你借几个人去打架。打架？少帅，你说怎么打？我这就把现金城5000兄弟都点齐。我要20个人，
看起来像蛮横的家丁，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您的意思是要找能打还得会装狗腿子的？没错，你亲自去挑，半个时辰后到我帐外集合。是，保证完成任务。出了军营，你们就不是镇北军。谁要是装的不像，回来自己领20军棍。记住了，九公子。唉，算了，路上再教他们吧。走，随本公子进城。这么好的楼，不砸了听个响，可惜了。走，跟我拿货。站住！干什么呢？来人！瞎眼的东西也敢拦我家公子！大胆！敢在四海通闹事，活腻歪了吗？那是镇北王府九公子，听说脑子不正常了。让你们掌柜的滚出来！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九公子啊！怎么不在王府守灵，来这儿撒野？我的酒在哪儿？什么酒？九公子怕不是伤心糊涂了？他说没拿。雷烈，把这楼给我拆了，1块砖1块瓦的涨。新月，你敢？这可是……给我砸！啊！公子有令，拆了这破楼！哎呦，我的前朝古董啊！住手！拦住他们，往死里打！出了事儿我负责。你们别乱来，我可是户部周侍郎的人，这四海通是朝廷挂了号的，你们这是造反！造反？本公子只是来找我丢的酒，找东西嘛，难免会磕磕碰碰，怎么就成了造反了？你这是强词夺理，那些酒根本不在店里。哦，那就是承认拿了。我没拿。雷烈，去2楼找，2楼没有就去3楼，哪怕把这楼翻个底朝天，也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兄弟们，上楼！九公子、萧少爷、萧爷爷砸了，求求您别砸了，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好好说行不行？好好说。当初你们抢我的酒，打伤我的人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好好说？现在想谈，晚了。不够，这利息太少了。继续砸，听不到1万两的响儿，谁也不许停！都给我住手！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打砸商铺，行凶伤人！来人，把这些暴敌全部拿下！若有反抗，格杀勿论！赵统领，救命啊！他疯了，他要拆了四海通，还要杀我呀！萧九公子，你带着家丁冲击商铺，这可是死罪！死罪，王法。赵统领，你可别吓我。我父兄为国捐躯，萧家满门忠烈。我五嫂做些酒水生意补贴家强，商队在城外被人劫了，人被打残了。我去报官，官府不管，我来找他理论，他们还要打断我的腿。现在你带着兵冲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拿我。赵刚，你告诉我，这究竟是谁家的王法？是大夏的王法，还是你赵刚的王法，或者是那个秦松老贼的王法？新月，你竟敢辱骂朝廷命官，罪加一等！来人，给我拿下，把他嘴堵上！我看谁敢动！反了，都要造反吗？给我上！出了事，本统领担着。哎呦，赵刚要杀人了！城防军杀人了！哎呦，我不活了！爹呀，哥哥，都来看看啊，看看城防军是怎么逼死忠良之后的。他要是真死在这里，那后果可不堪设想。九公子，你先起来，有话好好说。起来可以，但我丢了500坛酒，每坛价值50两纹银，得让他赔偿我的损失。
50两一坛，你抢钱啊？那就是普通的。普通的什么？你不是说没见过吗？赵统领，你听见了吧？他不打自招了。现在人证、物证、口供都有了。赵统领，您看怎么办呀？九公子，我可不敢抓钱13000，那可是断我自己的财路。更何况他后面还有周侍郎。九公子，或许是一场误会，不如今日暂且作罢。我回去彻查，若真是四海通所为，必给九公子一个交代。等你查完，黄花菜都凉了。今天少一个子儿，我就撞死在这桌子上！拦住他！快拦住他！火候差不多了，想让我不闹也行。赵统领既然要保他，那我也给你个面子。不过酒没了，钱必须赔。按照大夏律例，盗窃财物3倍赔偿。25000两的3倍，那是75000两，加上我这帮兄弟的精神损失费、误工费，还有我这身衣服，凑个整10万两。你怎么不去抢？我现在就是在抢啊！怎么不想给？大家快来看啊！他们要逼死忠良之后啊！给，我给。不过店里没那么多现银。没关系，写欠条，盖上你们四海通的公章，再按上你的手印。3天之内把钱送到镇北王府，少1两，我就带着棺材去你们四海通门口吊丧。早这么痛快不就完了吗？非得逼本公子发火。赵统领，今日多谢主持公道了，改日请你喝酒。兄弟们，收工，回家吃肉。是。新月，你给我等着！少帅，真要进去？这地方不适合咱们。怎么，雷大同地长怕了？既然演了纨绔，那就要演全套。记住，今天你们不是兵，是我的狗腿子，怎么嚣张怎么来。明白。声音小点儿。那不是镇北王府的九公子吗？就是那个病秧子，王爷刚死，他就出来逛窑子。哎呦，九公子，稀客呀，稀客！听说你们新来了个花魁，红袖姑娘今晚已经被赵公子包了场。哪个赵公子？是郡守大人的公子。哼，那正好，本公子也去凑凑热闹。九公子，这不合规矩啊！规矩？本公子今天就是来砸规矩的。那九公子，里面请。少废话！本公子看得起你，是你的福气。新月，赵公子好雅兴啊！这是我包的场，你来干什么？说来了新花魁，本公子来见识见识。哼，新月。你以为你还是以前的镇北王府九公子吗？你爹死了，你哥也死了，你现在就是个丧家之犬。你再说一遍。我说你是丧家之犬，怎么不服吗？打你我都怕脏了手，下次再让本公子听到你胡说八道，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新月，你给我等着！今天这事，我跟你没完！姑娘别怕，本公子不是什么坏人。今晚这场子，本公子包了。这醉仙楼是四海通商会的产业吧？正如公子所说，醉仙楼背后的东家确实是四海通，不过这事儿知道的人不多。九公子是怎么知道的？姑娘既然知道这些，在这醉仙楼也不是普通的清净子吧？
奴家只是个卖艺的。卖艺的会知道醉仙楼的真正东家，会知道四海通和郡守府的关系。姑娘，本公子虽然是个纨绔，但不傻。九公子，您要的酒菜都准备好了。不用了，你们都下去吧。公子要和红袖姑娘单独聊聊。姑娘不用紧张，本公子今天来不是为了为难你。四海通在雁门关经营这么多年，光靠做生意能有这么大的势力，郡守、城防军统领，甚至连京城的户部侍郎都是他们的靠山。这背后要是没点见不得光的买卖，本公子把这把折扇吃下去。九公子既然都知道了，又何必来问奴家？因为本公子想确认一件事，这醉仙楼是不是四海通的情报中转站？九公子真是好眼力。这醉仙楼表面上是青楼，实则是四海通在北境最大的情报据点。奴家是四海通安插的眼线，专门从客人嘴里套情报。你告诉本公子这些，不怕被供出去？怕，但更怕一辈子活在这种日子里。奴家本是良家女子，3年前被人卖到这里，四海通威逼利诱，逼奴家做这些事。九公子今天为奴家出手，奴家心里感激。若公子愿意救回奴家出去，奴家愿把所有情报都告诉您。行，本公子答应你，但你要证明你自己的价值。告诉我，四海通在北境的情报网络到底有多大？37个据点，茶楼、客栈、当铺，眼线遍布各个阶层。情报最终汇总到哪里？雁门关郡守府，再通过特殊渠道送往京城。镇北军呢？有没有内应？有，具体是谁奴家不知道，但奴家听说老王爷和几位少帅的行踪，四海通都掌握得一清二楚。父兄的死果然有蹊跷。内应是谁？奴家不知道，这种核心机密只有四海通高层才清楚。最后一个问题，四海通背后的真正主使是谁？当朝丞相秦松。操，果然是这个老贼。你确定？有80%把握。醉仙楼的情报由黄妈妈整理，通过密道送交郡守赵德芳，每版月就有京城专人快马取走。奴家亲耳听见黄妈妈和师爷醉酒后闲聊，提到相爷对北境的军备图比对自家后院还关心。相爷，这是奴家的投名状，3楼黄妈妈卧房暗格的钥匙，里面的账本记录了四海通与雁门关所有官员的银钱往来，包括城防军统领赵刚，每一笔黑钱都记得清清楚楚。公子为奴家赎身吧，去哪里都行，哪怕是当个烧火丫鬟，做牛做马都可以。现在不能带你走，你前脚走，后脚黄妈妈就会发现账本失窃。你觉得他们用多久能把你和我联系起来？留下来，继续潜伏，帮本公子收集信息，时机成熟，我亲手把你拉出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兄弟们，走了。红袖姑娘伺候的本公子满意至极，下次还点她。新月，你别走！你敢打我？今天不把你腿打断，让你跪下给老子磕头，老子的赵字儿就倒过来写。雷烈，你说纨绔子弟遇到这种事该怎么办？这属下不知道。看着，本公子教你。赵明个王八蛋，你爹是郡守怎么了？本公子的爹是镇北王，你爹管得了一个郡？本公子的爹守的是整个北境，你敢动本公子一根手指头试试？信不信本公子让我那些嫂嫂带兵踏平你家？这还是那个病秧子九公子？听说王爷战死后，他受了刺激，脑子不太正常了。不正常也不能这么嚣张啊！那可是郡守的儿子。你敢骂我？骂你怎么了？本公子不光骂你，还要打你，怎么着？不服？就这？本公子还以为郡守的儿子有多厉害，原来也就这点本事。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上啊！少爷，都解决了。赵公子，
现在你还让本少爷跪下给你磕3个响头吗？新月，你别乱来，我爹是郡守，你要是敢动我，我爹不会放过你的。哈哈哈哈哈！郡守，本公子今天就是要让你知道，在这雁门关、镇北王府的人，还轮不到你们欺负。本公子问你，刚才是谁说要打断我的腿？我说的。那现在呢？我错了，我错了！九公子饶命！九公子饶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是我狗眼看人低，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放我一马。赵公子，本公子今天心情好，就不跟你计较了。新月，你给我等着，今天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少帅，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回营吧，今天的戏演的差不多了。九公子请留步，在下是郡守府的师爷，姓张。我家老爷听说九公子在醉仙楼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特意让在下来请九公子去府上坐坐，当面赔罪。郡守大人太客气了，不过本公子今天累了，改日再登门拜访吧。九公子，我家老爷说了，今天这事是我家少爷不懂事，冲撞了九公子。九公子要是不去，老爷会以为九公子不给面子。看来赵明来查是郡守赵德芳授意的，还真是打了小的来了老的。既然郡守大人这么有诚意，本公子要是不去，岂不是太不给面子了？那就请九公子随在下来。你们先回营，本公子去就回。少帅，属下觉得不妥，这怕是鸿门宴。鸿门宴？那本公子倒要看看这位郡守大人准备了什么好菜。放心，本公子心里有数。你们先回去，告诉五嫂，本公子今晚可能会晚点回府。属下明白了，少帅保重。走吧。目标建筑郡守府，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守卫人数配置初步估算40人。逃生路线已规划，最优路线东侧画翻墙可直达城防军营地，次优路线正门强行突围，成功率60%。九公子到了。九公子大驾光临，朝某有失远迎，还请恕罪。郡守大人客气了，倒是本公子今日在醉仙楼冲撞了令公子，还望大人海涵。哪里，都是小孩子不懂事，九公子不要放在心上。来，请坐。张师爷，去把那瓶女儿红拿来。是。九公子，这是赵某珍藏了20年的女儿红，今日特意拿出来为九公子赔罪。九公子，请。来，赵某先干为敬。好酒，九公子喜欢就好。来，尝尝这些菜。九公子，赵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郡守大人请说。九公子，如今镇北王府的处境，想必你也清楚。朝廷对镇北军的态度，你应该也有所耳闻。赵某知道九公子是个聪明人，聪明人就该做聪明事。与其守着一个摇摇欲坠的王府，不如早做打算。郡守大人这话什么意思？九公子，实不相瞒，这么岂有周喜的交情？周大人在朝中位高权重，若是九公子愿意，赵某可以再从中牵线，让九公子投到周大人门下，到时候荣华富贵享之不尽。郡守大人的好意，本公子心领了。不过本公子是镇北王府的人，生是萧家的人，死是萧家的鬼，这辈子都不会背叛家族。九公子，您这是何必呢？镇北王府已经是强弩之末，您又何必陪着一起沉船？沉船，郡守大人，您怕是看错了。镇北王府不是船，是山，就算天塌下来，这座山也不会倒。好了，时候不早了，多谢郡守大人的款待，本公子该回去了。既然九公子执意如此，赵某也不好强留。张师爷，送九公子出府。九公子请留步。九公子，赵某最后提醒您一句，这雁门关可不太平，九公子一个人出门，还是小心些为好。多谢郡守大人关心，不过本公子的命硬得很，阎王爷都收不走，更何况是一些宵小之辈。哼，不识抬举的东西。杀了他！
九公子，今晚就是你的死期。就凭你们？是谁？少帅！少帅，你没事吧？没事。说，谁派你们来的？我说是郡守大人赵德芳。少帅，这杂碎怎么处理？剁碎了喂狗。咱们镇北王府可是讲规矩的地方，既然是郡守大人特意关照，没点表示，岂不是不懂礼数？把尸体收拾整齐，找辆板车，连这个活口一起送到郡守府后门。高，实在是高。身上挂个牌子，写8个字：礼尚广来，来日方长。哟，咱们的九公子回来了，好大的威风！大嫂、五嫂，这么晚还不睡？别给我嬉皮笑脸，一身的血腥味，隔着3丈远都能闻到。回来的路上，郡守赵德芳派了死士劫杀我。什么？我现在就去点齐兵马，踏平他的郡守府。大嫂，我没事。这个时候我们更不能乱。大嫂，九弟说的对，现在去砸郡守府，正中秦松下怀。不过这笔账咱们记下了，敢动九弟，我五嫂就算倾家荡产，也要让他付出代价。放心吧，我已经送了赵德芳一份大礼，他会喜欢的。既然没事，就滚进去，二妹已经在等你了。今晚的九死换生汤药量加倍。是，谨遵大嫂令。九弟，10万两，整整10万两啊！钱万三那个老狐狸一早就把银票送到了王府，脸白的跟死人一样，说求您大人有大量。这只是个开始。五嫂，拿出一半继续投入烧鸡的生产，我要在1个月内垄断整个北京的黑市，另一半全部换成粮食和肉。我要让我的兵忘了饿肚子是什么滋味。没问题。不过九弟，周侍郎和丞相秦松不会善罢甘休，我们该怎么办？什么也不干。什么？赵德芳和秦松最怕的是不知道我手里还有什么底牌。我们什么都不做，他们就会猜，会慌，会自乱阵脚。九弟，这是最后一关，碎骨重铸，药力会渗透进骨髓，将脆弱的骨骼彻底破坏，再重新生长。那种痛苦甚至超过凌迟。沈家先祖3人尝试，2人痛死在桶中，一人发疯咬断了自己的舌头。你真的准备好了吗？二嫂，你知道这世上有一种鹰吗？那种鹰活到40岁面临2个选择，等死或者重生。选择重生的鹰必须用喙击打岩石直到脱落长出新的，然后用新喙拔掉指甲和羽毛，经历150天的痛苦才能再活30年。连畜生都敢换命，我心悦为何不敢？按住他！不能晕，绝对不能晕！一旦晕下去，意志松懈，药力就会失控。我要清醒地感受每一份痛苦，要亲眼看着这副软弱的骨头被敲碎，再一点点长成钢铁。九弟，撑住！我是阎王，萧家的仇还没报。终于回来了。
是那个病秧子九弟吗？九弟身上的气息，陌生的让我心悸。并非武道威压，而是一种最纯粹的致命危险。传我军令，立刻签发最高等级黑羽令，召西南东三大营所有统领级主将，率本部亲卫营，明日5时前达到北大营校场集合。你说什么？黑羽令？你疯了！那是只有在王朝生死存亡时，镇北王才有资格动用的最高军令，私自调兵，形同谋反。大嫂说的对，他们一直觉得我新月是个废物，对吗？所以我才要让他们来，让他们亲眼看看他们心目中的废物九公子到底配不配执掌这30万镇北军。我明日要当着30万镇北军的面宣布一件事，一件关乎我萧家生死，关乎这30万兄弟未来的大事。父王和几位兄长的死绝不是意外，朝廷的屠刀已经悬在我们头顶，丞相秦胜恨不得将我萧家连根拔起。那些老军呢？些老军居功自傲，把持兵权，这样的镇北军是一盘散沙。所以我要整合镇北军，不是靠威望，不是靠身份，而是靠实力，用绝对的实力让所有人闭嘴，让所有人臣服。派人回王府，请老祖母和所有嫂嫂明日5时务必到场观礼。一旦军令发出，再无回头路。朝廷那边，朝廷，大嫂，你觉得我们萧家反了又如何？我发后以令，名义上是商议北境防务，应对草原黑狼部的威胁。朝廷就算想挑刺，也挑不出毛病。可那些老将军若是当场发难，大嫂不用忧心，我相信他们不敢。告诉他们，明日5时3刻点将牌前，不到者斩。你变了。也许吧，但大嫂，这个世道不变就只有死路一条。雷墨，传令兵，备最高等级的火龙驹800里加急，传少帅黑允令，召西南东3大营所有统领级主将，率本部亲卫营，明日5时前必须来到北大营教场集合，违令者斩。是。父亲，几位兄长，你们在天之灵看着吧。镇北军的旧时代已经随着你们的战死而埋葬，而一个全新的只属于我新月的时代将从明天5时3刻点将台前，用那些不服者的鲜血来奠定第一块基石。吴夫人，九公子发出了黑羽令。你说什么？把其他3大营的主将和亲卫全调去北大营？他疯了吗？若是镇不住那些骄兵悍将，镇北王府最后一点威信就败光了。备车去北大营。赵德芳那边有动作了，秦松的眼线也在往北大营探。九弟这是要干什么？传令整个风雨楼所有暗卫全部出动，封锁北大营方圆10里，任何未经许可靠近的探子杀无赦。四夫人，九公子发出黑羽令调兵。好小子有种，憋了这么久，终于不藏锋芒了，这才是萧家的种。走，去北大营，谁敢自恃，老娘给他好好说道说道。新月呢？那个小兔崽子在哪儿？老子正在演练锥形阵，他一到黑羽令把老子叫来，若是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老子替老王爷抽死他。赵老将军，您消消气，少帅自有安排。安排个屁！一个只会读酸诗逛青楼的娃娃，懂什么军国大事？老赵说的对，镇北军是靠血肉筑成的长城，什么时候轮到一个文弱梳子来指手画脚？是啊。各位叔伯，九弟既然动用了最高等级的王令，自然有他的道理。哪怕你们不信他的能力，难道还不信萧家的血脉，不信老太君吗？行，我给老太君面子，我倒要看看新月能憋出什么屁来。参见老太君。晨儿，你可千万别让祖母失望啊！这一关若是过不去，萧家就真的完了。这他娘的是那个病秧子九公子！孙儿新月，让祖母久等了。想太
太像了，这身板，这气步，简直跟战儿一模一样。九公子，您把我们召集来，若是只想让我们看您这身新行头，那老赵我可没工夫奉陪。这也太胡闹了！咱们连饭都吃不饱，还要来罚站，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哼，过家家！赵铁山，你觉得我在玩？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一个个垂头丧气，面黄肌，坐没坐相，这就是号称天下第一的镇北军，这就是让黑狼部闻风丧胆的萧家铁骑。我看你不是狼，是一群等着被人宰了吃肉的羊，是一群只会抱怨、只会等死的废物。你说什么？姓萧的，老子打仗的时候你还是个娃娃呢！愤怒吗？愤怒就对了。我知道你们3个月没发军饷了，我知道你们每天吃不饱穿不暖，知道你们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养，可你们连1文钱都寄不回去。我就问你们一句，你们憋屈吗？憋屈！我告诉你们，我也憋屈。我爹镇北王萧战为大夏守了一辈子国门，最后马革裹尸。我8个哥哥从小就随父王上阵御敌，哪一个身上没有赫赫战功？最后他们也全都埋骨在了雁门关下，连一具完整的尸首都找不回来，换来的是一道圣终。要夺我家了什么？是你们30万好儿郎一口饱饭都吃不上，凭什么？凭什么保家卫国的英雄要饿着肚，而那些躲在京城里的蛀虫却能锦衣玉食？凭什么？凭什么？老子不服！我知道光喊口号没用，从今天起，我新月接管镇北军。第一，从本月起，全体将士薪龙加倍发放，抚恤银两足额补足，所需开支由我来筹措。第二，北大营的闪失标准作为全军参照，我要让每一位将士餐餐充足，人人都有整洁衣装。第三，我向你们保证，所有害我父兄的仇敌，所有克扣军饷的蛀虫，所有欺压镇北军的败类，我会带着你们一个一个亲手拧下他们的头颅，用他们的鲜血祭奠死去的弟兄，用他们的头骨做我们的酒器夜壶。刚才我们说了欣赏，说了善食，也说了心中机遇，如今我们该商议清算的事了。少帅，您是说关外的黑狼部？但凭您一声吩咐，末将即刻带人出征。不急，关外的敌患要清，可躲在内部损耗军心的奸佞更要清。若没有内奸暗中勾结，我父王常年戍边，怎会不知白狼谷凶险万分？怎会轻易陷入敌军围困？话可不能随意讲，在场众人哪个不是出生入死，忠心报国？你可有凭据？你要证据。阎王战术沙盘启动。抓到你了。千叔，你很热吗？少帅说笑了，天寒地冻的，末将怎会热？不热？你的手心为什么全是冷汗？我是身体不适。3个月前，黑狼部绕过雁门关，精准突袭我军粮道，那是只有统领级才知道的绝密路线。那一战，粮草损失3万担，战死800余人。2个月前，白狼谷之战，父王临时变更行军烙线奇袭，系黑狼部左翼。这道军令，除了几位主教，无人知晓。可结果呢？黑狼部的主力就像提前约好了一样，在白狼谷张开口袋，等着我父兄往里钻。那一天，也是你前阵负责的中军通讯。你告诉我，除了你，还有谁能把消息送出去？前阵，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末将冤枉啊！若我做了半点对不起萧家的事，叫我天打五雷轰！钱将军待我们不薄，去年他还把棉衣给新兵穿，少帅是不是搞错了？新月，你到底有没有证据？前阵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若是内鬼，我赵铁山愿以死谢罪。少帅，军中无戏言，没有铁证就拿统领开刀，恐寒了3军将士的心。是啊，少帅，请少帅三思。一定要有后手，一定要有。好戏才刚刚开场。三嫂，该你上场了。前阵
你每月去醉仙楼3次，点一个叫翠儿的姑娘，对也不对？我是去听曲儿，男人听曲儿也犯军法吗？听曲儿每次给100两赏金，醉仙楼花魁陪夜也不过50两，你1年的俸禄才多少？哪来这么多钱？因为你根本不是去听曲儿，你是去和四海通的联络人醉仙楼的黄妈妈接头。你把兵力部署、粮草储备、将领动向、衣物衣食全卖了，用沾满兄弟鲜血的脏钱。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就是血口喷人。那是黄妈妈的秘密账本，怎么会？大夏历119年春月期，收统领和镇北军春季操练计划一册，付纹银500两。大夏历119年夏月23，收前统领雁门关守军换防时间表1张，付纹银800两。大夏历120年秋月初9，收前统领镇北军粮草储备清单1份，付纹银1000两。吃里扒外的狗杂碎，难怪黑狼部每次都像长了眼睛。大夏历120年冬月初3，收前统领雁门关北坡防务图1张及镇北王突袭黑狼部王庭作战计划1份，转付纹银1万两。这张防务图就是我父王和8位兄长战死前最后一次突袭的路线图。就是因为你这1万两银子，让黑狼部提前3天在白狼谷设下埋伏，让我镇北军5万精锐像傻子一样钻进敌人口袋，让我父王和8位兄长连完整的尸首都找不回来，被战马践踏成泥。钱震，你这个杂碎，看着那些死去兄弟的牌位，你晚上睡得着吗？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要点钱，别杀我。我杀了你这个狗娘养的杂种！老王爷待你不薄，几位少帅把你当亲叔叔，你却为了1万两银子出卖他们的命。保护老太君！少帅威武，少帅无敌！八嫂，吓到了。别杀我，我把钱都给你。传我将令，从今日起，镇北军上下，通敌叛国出卖军情者，贪没军饷克扣抚恤者，临阵脱逃动摇军心者，一经查实证据确凿，杀无赦。我知道你们当中还有人拿了不该拿的钱。3个时辰之内主动到中军大帐找雷的自首，我只削官职，戴罪立功。若3个时辰后被我从丰裕卷宗里查到，下场会比他凄惨100倍。赵铁山，少帅，末将有眼无珠，识人不明，险料大祸，愧对5万跑友，请少帅取我项上人头，以正军法。少帅三思，求少帅开恩。想死，死了就一了百了，那他妈是懦夫才干的事。赵铁山，你老了，但这把刀还利否？利！回禀少帅，末将这把刀怀利，他还能杀人，还能饮血。我赵铁山对天起誓，愿为少帅再战30年，刀锋所指，虽死不辞。少帅威武，老将军威武！战！南大营统领前镇伏诛，其位不可久悬。自今日起，由我大嫂柳寒烟接任南大营统领，四嫂为副统领。少帅万万不可！军中从未有过女子为主帅的先例，不合规矩啊！规矩？凭他单人镇北渡其雁门关下斩杀黑狼部百夫长3名，凭他是我萧家长嫂，这个理由够不够？柳寒烟领命，钟离烟领命。以后谁不听话，俺一锤子砸扁他。最后一件事，从4大营各抽调500精锐，组建新军，名为阎王殿，不受4营管制，只听我一人号令。1炷香时间把名单送到我面前，凑不求的话，
我亲自去你们营里借1000人。西大兵500精锐，奉命报到。这是怎么回事？俺跟大嫂把南大营所有校尉、都尉挨个打了一遍，谁能撑过10回，谁就有资格来。南大营500人奉命报到。从今天起，你们的身份只有一个：阎王殿新兵。过往一切战功荣耀全部清零。报告少帅，俺张虎在镇北军15年，亲手砍下83个蛮子脑袋，俺不是新兵蛋子。300步外剑穿敌喉，你能做到吗？俺是部族不善弓箭，10宵之内奔袭300米，能做到吗？做不到。身负50斤重甲，日行100里山路，能做到吗？给你10个弟兄陷入100人重围，你能带着他们全部活着杀出来吗？你们所谓的勇猛，不过是匹夫之勇，在阎王殿，你们就是一群什么都不会的废物，是我阎王殿最菜的新兵。六嫂韩月命你为阎王殿副统领，协助操练新兵。韩月领命。明日卯时，地狱操练开始，3个月后，我要让阎王殿3个字成为草原最深的噩梦。父亲8位哥哥，你们在天之灵看着，3个月后定让他们血债血偿。不见了，那把能让整个雁门关关场人头落地的账本。快去把我房里那罐雨前龙井取来。来人，把红袖那个贱人给我带到地下去。账本呢？我不懂妈妈在说什么。我不知道。吊起来，上刑。说不说？找死！不能说，一旦说了，那个给了我希望的男人也会死。说还是不说？我不知道。我最恨你这张脸。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就毁了它。最后问一次，账本在哪儿？我把东西交给了一个能取你们狗命的人，你们的末日快到了。死到临头还敢嘴硬！九公子，拦住他！下辈子眼睛放亮点。怪物，你是个怪物！小公子，别说话，我来了。我答应过，会把你从这泥潭里拉出来。我说到做到。田震，原南大营统领，就在1个时辰前，北大营校场当着53200名将士的面，承受了车裂之刑。这本账册是他通敌的罪证，而另一本记录醉仙楼所有黑钱往来的账本，在你房里的暗格，钥匙是红袖给我的。九公子饶命！九公子饶命啊！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你还是醉仙楼的黄妈妈，一切照旧，只不过从今天起，醉仙楼换个东家，这里将是我三嫂风雨楼在宴会关最大的分号，你为我做事。第二，我把你连同你私藏的那本账本一起打包送到郡守赵德臧的书房。你说他看到这些东西是会保你，还是会第一个杀了你灭口？我选一，我选一！奴家愿为九公子效犬马之劳。雷烈，末将在。留下50个兄弟，换上便装，接管这里。从现在起，一只苍蝇都不能飞出去。所有不长眼的，
看到不该看的，知道不该知道的，全部处理干净。遵命。小公子，我独自下手太狠，再晚半个时辰，人就废了。九弟，你二嫂，他就交给你了，用最好的药，尽快让他好起来。人救回来了，皮开肉绽，深可见骨，命算保住了。你打算怎么做？四海通在北京有37个据点，对吧？聚宝阁收购军中物资，套取装备损耗和兵员情报；福来客栈鱼龙混杂，收集江湖消息；万家粮行控制北京粮食，克扣我们军粮。那就全部拔掉。全部？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样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和四海通户部侍郎周扒皮、丞相秦松彻底撕破脸。到时候朝廷一道圣旨基本弹劾的奏章，甚至直接派兵来围剿，你想过这些后果吗？他们已经害死我父亲，害死我8个哥哥，他们的情报网钻进镇北军5脏6腑，导致5万精锐全军覆没。你还要我继续忍，直到所有人死无葬身之地吗？三嫂，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从今往后我们不忍了。父亲和哥哥们的血不能白流。三嫂，我给你3天时间，3天之内我要沙盘上所有黄色旗帜全部消失，36个据点，管事、账方、核心护卫一个不留。你疯了！风雨楼能动用的暗卫不超过200人，四海通每个据点都是小型堡垒，你这是让风雨楼的兄弟们去送死！谁告诉你只用你们的人了？雷烈的北发营、赵铁山的西大营各抽调500百战精锐，一共1000名全副武装的老兵，交给你调配。那是镇北军，是大夏边军，不是萧家私兵。4条兵马干预地方商事，这是触怒皇权的大罪。此事一旦传入京城，陛下震怒降下旨意，我们所有人都将招致满门倾覆的下场。从我在校场下令处置前阵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早已没有回头路了。你以为缩回头，秦松就会放过我们，皇上会网开一面？我父亲为大夏守了一辈子国门，换来的是白狼高尸骨无存，8个哥哥流尽最后一滴血，换来的是军饷被克扣，30万大军吃不饱饭。现在他们还要夺兵权，把屠刀架在我们脖子上，凭什么？既然不给我们活路，我就杀出一条血路。我要让全天下看看萧家的刀还利不利。让秦勋和京城那些蛀虫知道，惹了镇北王府就要付出血的代价，哪怕把这天捅出一个窟窿。好，我陪你疯一次，但整合情报、规划路线最少3天。1天不行，仓促行动只会增加伤亡。今天北大营闹出这么大动静，前阵被撤私，我当众宣布肃清内鬼。四海通眼线是瞎子还是聋的？最多12时辰，消息传到所有据点，他们会转移账本，销毁证据，布下陷阱，必须趁他们来不及反应，以雷霆之势一击毙命。我明白了。从现在开始，让你风雨楼的暗桩死死盯住军中所有将领。骑士今天校场上眼神飘忽，最近花钱突然大手大脚的家伙，一旦发现有人想偷偷递消息或找借口离开军营，不管是谁，官居何职，不用请示，就地格杀，尸体挂在辕门上示众。36个据点，所有的情报都在这里了。做得很好。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你的体内究竟住着什么样的灵魂？你到底想做什么？我就是新月啊，萧家的第9子，你们的9弟，一个想为父兄报仇，想让你们都好好活下去的男人。别用这种话搪塞我，你那些手段、那些想法，根本不是一个18岁的少年能拥有的。你到底隐藏了什么？重要吗？三嫂，我是什么样的人，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的是，我能带领萧家走出绝境；重要的是，我能为父兄报仇雪恨；重要的是，我能让你们，让这30万镇北军的兄弟们都活得有尊严。从今往后，风雨楼为9弟之命是从，
苏梅，请九弟下令。起来吧，三嫂，接下来有你忙的。明晚的第一刀，就从聚宝阁开始。聚宝阁背后的关系盘根错节，郡守府、城防军，甚至连军中都有他们的人。若是动了聚宝阁，恐怕他们会狗急跳墙，恐怕朝廷会震怒。三嫂，从我在父兄战死雁门关的那一刻起，我们和他们之间就已经是不死不休了。他们想要的是萧家的命，我想要的是他们的头。我要让他们知道，萧家的刀还立锋。前阵被新月一脚踹死，那个病秧子已经变成了一头择人而噬的猛兽。嫡媳有刺客！刘夫人，您太厉害了。执行任务期间禁止说废话，记住少帅的命令，要快，要狠，要绝，一个活口都不能留。柳夫人，好剑法！少说废话，你们负责清理楼里剩下的人，我负责外围警戒。记住少帅的命令，一个不留。弟兄们，给我上！踏平这贼巢！这群恶贼残害王爷与诸位少帅，今日定要他们以血偿血，以命抵命！遵命！饶命！饶命！当初害死王爷和少帅们的时候，可曾想过饶他们一命？一个不留！报告六夫人，楼内127人已全部清理完毕，地下室发现10余名女子，应是被他们强行禁锢，准备非法转运的无辜女子。给他们每人10两银琴，放他们回家，告诉他们是镇北王府救了他们。六夫人，这是从吴三身上搜出来的库房令牌。少帅有令，所有金银财宝全部打包带走。这帮混账东西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咱们兄弟在前线吃不饱穿不暖，这帮混账却在这里堆金积玉。别废话，赶紧装车！六夫人都装好了，光是金银就有足30万两，加上珠宝玉器、古玩字画，少说50、60万两。走吧，去下一个地方。目标确认，福来客栈掌柜王二麻子，四海同安插在丰州城的情报头子。今天老娘要让他们血债血偿。听说了吗？镇北王府那个病秧子最近折腾的挺欢，哈哈，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哈哈，相爷说了，镇北王府蹦跶不了多久，等镇北王府倒了，咱们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干杯！杀！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怎么回事？掌柜的，不好了，有人攻进来了！快从后门逃！你是什么人？送你上路的人。夫人，都准备好了。开始吧，记住，一个不留。掌柜的，有批货急着出手。几位客官，内堂请。你们是什么人？送你上路的人，你这老狗害死多少人心里没数？四海通经营10几年的产业，今夜之后都姓萧了。夫人，清理完毕，地契账本已到手。这只是开始，36处据点，今夜一个都别想逃。账本和卷宗最重要，
一张纸都不能少。烧了这里，让它连同罪恶一起化为灰烬。10年布局，一夜覆灭。秦松，你这位当朝丞相，恐怕做梦都想不到，你苦心经营的情报网会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吧？大人，不好了！说，万家粮行被人抄了，孙大闪和100多口人全死了。什么？粮食全都不见了，1粒米都没剩。谁干的？墙上用写了一行字。什么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8个字。新月，又是你！报！丰州福来客栈被烧成白地，无一生还。下去吧。报！云州永昌当铺被洗劫一空，掌柜脑袋挂在门楣上。报！朔州聚义茶楼被血洗，一把火烧了个干净。报！36处全没了。大人，您派出去的信使全都回来了。他们到哪儿了？就在府门口，用板车拉回来的。什么意思？37颗人头，一个都不少。天哪，这么多人头！镇北王府这是要跟郡守府开战了。新月，你欺人太甚！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办？赵德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们吃了我镇北军多少粮饷，克扣了多少军费，害死了多少袍教，这笔账该算一算了。明日午时，北大营点将台，我们少帅请你看一场好戏，一场专门为你准备的好戏。你派出去送信的人全都回不来了，北境已被镇北军接管，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完了，全完了。落队者，今日一律禁食。不错，你们总算有了几分战士的模样。作为犒赏，明日我带你们看一场盛事，一场用鲜血铺就的盛事。明日正午点将台前，我会让你们亲眼见证那些残害同袍的奸佞之辈，最终会落得何等下场。少帅威武！欠债的都得还，用命来还。赵大人，少帅等您很久了。上来。赵德芳，你可知罪？下官不知少帅何意。哼，贪墨军饷，克扣粮草，害死我镇北军多少袍友？说！冤枉，下官冤枉啊！不见棺材不掉泪。大夏历101年，你出任雁门关郡守，以修缮城防为名，贪墨白银20万两，其中10万两送丞相秦松
10万两入济囊。大夏历111年，北境大旱，朝廷拨粮50万担，你换成发霉陈米，数万灾民饿死，城外乱葬岗尸堆如山。而你用赈灾款修了30亩豪宅，纳了3房小妾，杀了他！这狗官让他偿命！大夏历115年，镇北军北伐，你将陈粮、煤粮充作军粮，从中牟利50万两。前线将士吃没米，喝浑水，战力大减。假的，都是假的。你的签名，你的私印，从你心腹吴三密室里搜出来的，是真是假？是秦松，是丞相让我干的，我只是奉命行事啊。秦松，他当然也跑不了。雁门关郡守赵德芳，贪赃枉法，通敌叛国，草菅人命，罪大恶极，按大夏法当凌迟处死。不！新月，你敢！我是朝廷命官，我是朝廷命官，你没有权利杀我，你这是造反！皇上不会放过你的，丞相大人不会放过你的，你会死的，你们萧家都会死的！从我父兄战死的那一刻起，这北境的天就变了。在这里，我新月的话就是王法。不，求求你，我有300万两，都给你。你害死我父兄时，可曾想过今日？现在，该你偿命了。这一刀为我父王，这一刀为我3哥，这一刀为我4哥，这一刀为我5哥。老张，你看到了吗？有人为咱们报仇了。360刀，一刀不多，一刀不少。所有欠我萧家的债，我都会一笔一笔讨回来。少帅威武，愿为少帅效死。今日我以赵德芳之血祭我父兄在天之灵，来日我将率尔等马踏黑狼部王庭，尔等可敢随我一战？从今日起，镇北军真正属于我了。雷业，末将在，将赵德芳尸体挂上雁门关城楼，曝尸7日，让全城百姓都看看贪官污吏的下场。遵命。赵铁山，末将在，带人查封郡守府，一针一线不许遗漏，所有银钱充公，做镇北军军饷与抚恤。若有私藏者，按通敌罪论处，就地正法。还有，府中所有账本、密函，一张纸都不许漏。末将定不负少帅所托。李虎，末将在。四海通所有据点负责人的脑袋，给我挂遍北京每一座城，丰州、云州、朔州、燕州，一城至少3颗人头。末将领命。记住，敲锣打鼓的挂，让所有人知道秦松在北京的眼线被我连根拔起。祖母，风雪大，您身子要紧，咱们先回去。好孩子，你做得很好，只是京城那边怕要炸锅了。祖母放心，兵来将挡，孙儿自有对策。这个孙儿终于可以撑起这个家了。不流自己的血，却让敌人血流成河。九弟，等等我！大嫂，慢点走，小心路滑。郡守府家产至少50万两，加上聚宝阁万家粮行，心愿，你究竟在下多大一盘棋？九弟，京城那边我会加派人手，丞相秦松怕要有大动作了。三嫂，越详细越好，我要知道秦松接下来怎么动。明白。九弟，下次有这种好事，记得叫上我，我也想试试一刀骗人。四嫂，这话让外人听到，怕要吓坏。怕什么？咱们萧家就该让敌人怕。苍天有眼，3年前救命粮换成发霉米，我3岁孙子我活活疼死啊！我丈夫被丈夫管家打断腿，冻死在雪地里。你疯了？没听雷烈说举报有赏，咱们脑袋随时挂上去。乡亲们，反贼已经伏法，从今往后，谁敢再欺负北京人，这2颗狗头就是下场。听说了吗？郡守大人被9公子凌迟了，整整360刀。我儿子就是死在白狼谷的，
听说那一战就是赵德芳出卖的情报，我儿子的仇终于报了。赵将军饶命！小人愿为将军带路。库房在后院。封锁所有出口，一只老鼠也不许放出去。遵命。定在大门口，让所有人都看清楚。带路去库房。我那战死白狼谷的兄弟，临死托我照顾他老娘，可我连自己军饷都被克扣大半。这是咱们的军饷，这是战死兄弟的抚恤金，都被这狗官吞了。记，1两银子都不许少。这些都是我镇北军将士的卖命钱。金锭500两一锭，共计120锭。放开我！我爹是2品大员，你们敢动我，朝廷……你爹脑袋都挂城楼上了！不要杀我！我有密信，我爹和秦松往来的密信都在书房暗格里，可以扳倒秦松，饶我一命。去书房，把暗格里所有密信找出来，一封不落。是。少帅定的规矩只有6个字：私藏者斩立决。不，我还有用，我还知道很多秘密。来人！将军，这里有暗格。北境军情需你亲自掌握，镇北王府若有变动，务必第一时间知会于我。四海通在北境的生意需你全力铺开，军粮一事可秘密进行。克扣银两，你留2成，务必在粮草上做足文章。若能让镇北军损兵折兵，以我之力不可奖量。白狼谷一战，镇北王父子尽数战死，北境再无萧家，可喜可贺。你居功至伟，待时机成熟，我在京城为你谋更好前程。秦松，老王爷，您睁眼看看啊！您和少帅们不是战死沙场，是被自己人害死的。是京城那个狗丞相害死的！什么？老王爷是被害死的？白狼谷是阴谋？那个秦丞相害死了咱们的镇北王？赵将军，你说的是真的？我儿子不是死在黑狼部刀下，是死在自己人手里，白纸黑从狗官暗格里搜出来的。丞相秦松勾结赵德芳，克扣军饷，泄露军情。我5万镇北军精锐不是战死，是被他们害死的。儿啊，我的儿啊！报仇！为老王爷报仇！杀上京城，宰了那个狗丞相，血债传令下去，所有查抄物资1两不少，全部运回镇北王府。这封信我要亲手交给少帅。少帅说的对，这些债要用血来还。九弟，郡守府的家产已经清点完毕。赵铁山动用了西大营500精锐，每一件物品过手3遍，每1两银子过秤核对。光是现银和金条就有317万两。古玩字画300余件，其中不乏名家真迹，珠宝玉器不计其数，夜明珠7颗，最大1颗鸡蛋大小。田体地契遍布北境7州，良田至少10万亩。商铺、粮行、当铺，保守估计总价值超过500万两。500万两，镇北军30万大军，1年军饷不过250万两，这一个狗官就贪了2年军饷。九弟，你的手！他们真该死啊！三嫂，赵铁山那边可有人敢私藏？没有，赵铁山在郡守府门口立了木牌，私藏者斩立决。赵德芳的儿子赵明私藏金条，已被当众斩首。赵铁山说，谁敢私藏1文钱，他亲手砍谁的脑袋，挂在城门上。这些银子全部充入军库，另外从这300万现银中拨出100万两，作为阎王殿的专项军费。100万两！我要让那2000人穿最好的铠甲，用最好的兵器，我要让他们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精锐、最致命的杀人机器。好的，九弟。还有这个，在赵德芳房间暗格里面找到的。
松，你害我父兄，你害我萧家5万精锐，这笔账我必让你用满门性命偿还。三嫂，先妥善收好，暂时不要动用。九弟，这些可都是铁证，有了他们，足以请天子圣裁，将秦松满门抄斩。天子圣裁？三嫂，你掌管风雨楼，应该比我更清楚。父兄战死，朝廷出了这么大的事，京城却连一个像样的调查官员都没派来，你不觉得这一切太反常了吗？你觉得我现在把这些铁证送到京城，是能扳倒秦松夷，还是构陷忠烈而良、意图谋反的借口，将我萧家彻底连根拔起？那我们该怎么？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是消用这100万重金，将镇北军打造成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刃。等到时机成熟，我不管他是丞相也好，是皇帝也罢，都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最惨痛的代价。我问你，对于龙椅上那位而言，是关外虎视眈眈的黑狼帮部更可怕，还是我市镇北境手握30万大军的萧家更让他寝食难安？白狼谷一战背后不仅有秦松的影子，更有龙椅上那位不动声色的墨雪，甚至是兽医。风雨楼楼主苏梅在此立誓，从今往后，风雨楼亦是九弟手最锋利的暗刃，愿追随九弟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不必如此，我们新月发誓，只要我还有知青在，绝不会让萧家任何一个人受委屈。父亲哥哥们的仇我会报，萧家的荣耀我会亲手重铸。我明白了，九弟。对了，醉仙楼那边黄妈妈可还老实？她很老实，老实的像一条被拔了牙的狗。现在整个醉仙楼都是风雨楼的外围据点，所有进出客人、身份、来历、说过的话，甚至喜欢什么姑娘，都会被详细记录送到我这里。红袖，她这几天怎么样了？还需要静养，二嫂时常过去探望，亲自为她调理身体。她精神状态很好，许是脱离了苦海，人也开朗了许多。派人好好照顾她，她想吃什么用什么，都从王府账上走，不要让她受半点委屈。好的，九弟，我会亲自安排妥当。秦松皇帝，你们以为害死了我父兄就能让萧家万劫不复？你们错了，萧家不仅不会覆灭，反而会在我的手中变成一把足以颠覆这个腐朽王朝的利刃。赵德芳，这个天杀的恶贼，打下第一蛀虫巨贪，千刀万剐都难解我心头之恨，剁碎了喂狗都嫌脏了狗嘴。五嫂，先坐下，慢慢说。坐？我哪里坐得下？我带着王府36名账房先生，将那些运回到镇北王府的财物重新清点了一遍，从早晨一直算到现在，连口水都顾不上喝，把算盘珠子都拨烂了3个。你猜猜，到底有多少？光是现银和金条折算下来就足足350万两，整整350万两白银，1厘1毫都不差。库房都要堆不下了。那些装银子的箱子从库房一直堆到了过道里，连走路都要侧着身子。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而且九弟，这350万两还只是现钱，你看看这些前朝华盛的87神仙莲残本，有市无价的宝贝，宫里那位皇帝老儿找了10年都没找到。九弟，保守估计，这一波抄家，咱们萧家的库房里至少进账520万两白银。五嫂，这就把你惊讶成这样？这可不像是咱们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大管家啊！九弟，这可是500多万两啊！咱们王府最风光的时候，库房里也没这么多现钱啊！五嫂，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赵德芳一个2品郡守，哪怕他刮地3尺，10几年能刮出500万两吗？你是说，这些钱不全是赵德芳贪墨的？这些钱有一部分来自秦松赏赐？五嫂果然冰雪聪明。赵德芳不过是秦松养在北京的一条狗，这500万两不过是秦松庞大财富中露在指缝里的一点残渣罢了。残渣？520万两，在秦松眼中竟然只是残渣。那个权倾朝野20载的奸相，究竟贪墨了多少民脂民膏，才敢有如此惊人的手笔？秦松的触手如同一张巨大的蛛网，早已将盐铁、茶马、丝绸、粮食这些王朝的命脉产业尽数笼络。这张网每年能为他捞取何止千万的利润。五嫂，你可敢再猜一猜，他盘踞朝堂20年，司库之中究竟藏了多少真金白银？我估算至少3000万两。3000万两，那几乎是大夏王朝一整年的税收总和。一个臣职竟已富可敌国。我要让秦兄把他这些年吞下去的每1两银子，都混着他满门的血，给我加倍吐出来。这才是萧家的男人，这才是我们唯一的少帅。对了，五嫂，北境商行那边烧老子的生意。九弟，现在烧老子在草原上就是硬通货，比金子还抢手。黑狼部的商队简直疯了，赶着最肥壮的战马，驮着最华美的皮包，只为求咱们几坛烈酒。1050两银子才能买到1匹的上等战马，
现在3坛烧刀子就能换，而咱们1坛酒的成本满打满算不过5两银子。而且我发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那些草原蛮子喝惯了咱们这烈酒，就再也咽不下他们自己酿的那些马奶酒了。我听说现在黑狼部的贵族宴饮，谁家要是没有几坛烧刀子镇场面，都会被其他部落嘲笑。很好，我要用这酒先掏空他们的家底，再软化他们的骨头，等他们彻底离不开这口烈酒时，就是我们收网的时候。另外，五嫂，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交给你，将我们打掉的四海通在北京的所有生意全部接手，渠道、人脉、据点一个都不能放过，除了留下必要的经营周转资金，所得利润全部用来收购粮食和药材，溢价也在所不惜。我要在1个月之内，让北京市面上流通的每一粒米、每一株药草都必须经过我们萧家的手。我要让这北境从今往后一草一木皆姓萧。九弟放心，我五嫂愿做九弟手中的聚宝干，怕赴汤蹈火，也要为萧家铸一座足以撼动天下的金银山山，绝不让钱先生再出个肚子上阵杀敌，绝不让萧家再授予任何人。辛苦五嫂了，去忙吧。对了，抄来的那些珠宝首饰，给自己留几件喜欢的，别一股脑全入了公账。咱们萧家的财神爷也该好好打扮打扮了。九弟就会拿我寻开心。九弟。昨夜灵职赵德芳，今日选手示众，这手段是不是太过暴虐了？毕竟他是朝廷2品命官，我们这样做等于彻底斩断了和朝廷回旋的余地，是将整个萧家都架在了谋逆的火上烤。抄家、选手灵职这些手段，更像是强盗土匪所为，而非我将门世家该有堂正。父王和夫君在世时，从不屑于用这种方式对待敌人。他们说，将门之人当以武德，当以堂堂正正行堂堂正之战。继续克扣军饷，继续出卖我萧家将士的性命才是对的吗？大夏历115年3月，克扣军饷白银3万两；大夏历116年冬倒卖军粮5万担，致使前线将士饿死冻死者300余人。难道眼睁睁看着萧家基业被蚕食殆尽，看着镇北军被一点点削弱，最后被朝廷像杀猪一样开膛破肚，才是所谓的将门正道？大嫂，你告诉我，什么是正道？是像父王那样，明知道朝廷在削弱我们，明知道军中有内鬼，却为了那可笑的忠君爱国之名忍气吞声，最后被人算计，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还是让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继续跪在地上，摇尾乞怜，任人宰割，期盼着京城里那位高高在上的陛下能赏我们一条活路？韩嫣，待我凯旋，便为你画眉。我萧家男儿世代镇守国门，沙场征战，马革裹尸，为大夏边境的安宁奉献了一切。我父王和兄长们为大夏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的鲜红了雁谷100关外的每寸土地，换来的是朝廷的账，是丞相的构陷，是那些蛀虫的贪婪。难道我们还要继续忍让下去吗？继续跪着求生，任人宰割吗？大嫂，你告诉我，我们还要忍到什么时候？忍到萧家彻底覆灭，忍到镇北军被彻底吞并，忍到这北京的百万百姓全都成为那些权贵，都跪在刑场上，被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冠以谋反的罪名，千刀万剐。我不在乎什么正道，更不在乎朝廷怎么看我。我只知道，欠我萧家的债必须用血来还，害死我父王和兄长的人必须付出代价。那些贪官污吏，那些蛀虫权贵，哪会一个条路会让我背负千古骂名？我也绝不后悔，因为只有这样，萧家才能活下去，镇北军才能活下去。我终于明白了，九弟是对的，资格恶肉就对你死得更快。九弟，明白了，这个世道从来不会因为你守的规矩，把你的忍让当成可欺。虎豹吞噬殆尽。从今往后，我不会再质疑你的任何决定。你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哪怕是让我带兵屠城，我大嫂也绝不皱一下眉头。大嫂，我不需要你变成杀人机器，明白？我们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我们不是恶人，但我们也绝不会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我们要做的是让那些真正的恶人付出代价。喝口茶，润润嗓子。南大营那边，你打算怎么处理？九弟，南大营的将士如今军心涣散，犹如一盘散沙。我安插的眼线回报，许多将领都在观望，甚至有人暗中勾结，想要趁机将兵权分而食之。我听说有几个资历老的百夫长已经开始私下拉拢士兵，根本没把王府放在眼里。我需要时间去将他们彻底整顿，去将那些盘根错节的烂泥和那些自以为是的刺头连根拔起，彻底清除。我会让他们知道，萧家的军规是用血写的。我大嫂的剑更不是吃素的花架子，那些敢阳奉阴违的，我会亲手砍下他们的脑袋，挂在南大营的帅旗杆上，让所有人看看背叛的下场。我要让南大营的每一个兵卒都明白，他们吃的军粮姓萧，穿的军服姓萧，他们的命也必须姓萧。我要让南大营重新成为镇北军最锋利的矛。大嫂，明日你便和四嫂一同去南大营。南大营需要知道，他们的旧主子已经死了，现在他们需要一位新主人去教教他们什么叫规矩。
这是镇北军的杀令，持此令者如大帅亲临。从你明日踏入南大营的那一刻起，你便拥有生杀大权。任何人，无论官阶高低，无论功勋大小，若敢不服，军法从事，无需请示。事后只需将人头送来给我即可。大嫂，记住，乱世必用重罚，切莫妇人之仁。那些墙头草、心怀异心的人，一个都不能留，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我要的是绝对忠诚。南大营的兵可以死在冲锋的路上，绝不能烂在自家营帐。明天过后，我要一支脱胎换骨、敢打敢拼的铁军。到时候我会亲自去南大营教场检阅。末将柳寒烟遵少帅令，明日寒烟必将一支全新的南大营交到九弟手上。若有半点差池，寒烟愿提头来见。去吧，大嫂。我等你的好消息。奉少帅军令，从今天起，南大营由我与大嫂柳寒烟共同接管。让两个娘们来管我们，这不是胡闹吗？传出去，咱们南大营的脸往哪儿搁？不服，我给你们一个机会，谁觉得自己有资格质疑少帅的决定，现在就站出来。行啊，那咱们就按军中规矩来，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谁不服，站出来！本将保证不打死你，最多打个半死。我叫石虎，南大营第3营校尉。南大营的兵只服能带我们打胜仗的真将军。来吧，本将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力量。接招！就这，空有蛮力，中门大开，破绽百出。哼，该我了。还有谁？今天话撂这儿了，南大营从今天起归我和大嫂管，不服的尽管站出来。四夫人神力盖世，周某佩服。在下南大营第5营校尉周平。不过，军营不是江湖草蛮的决斗场，光凭拳头硬，可镇不住我南大营5万兄弟的军心。那你觉得该凭什么？兄弟们，钱统领是叛徒，他罪该万死。但是这些年是谁寒冬腊月为我们弄来棉衣？现在他尸骨未寒，王府就派2位夫人来接管我们，这是信不过我们这些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爷们儿。周教委说的对，就算换统领也该从自己人选，周教委就不错。说完了。周平，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钱震养的狗？这些年你帮他倒卖了多少军粮，又从战死兄弟的储蓄金里抽了多少黑心钱？你血口喷人，证据呢？没有证据就是污蔑。哼！113年，你伙同钱震倒卖军粮3000担，分赃1000两。115年，战死兄弟抚恤金你克扣3成，足足3000两。这些钱让你在城里买了2座宅子，养了3个小妾，这些都是你周平的功劳。大夫人饶命，我是被钱震逼的，我也是身不由己呀！你克扣战死兄弟抚恤金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身不由己？你拿着兄弟们的血汗钱养小妾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身不由己？你现在知道求饶了，晚了。我给过你机会，但你不珍惜。南大营的兄弟们，钱震不配你们感激，周平更不配你们同情，他们是趴在你们身上吸血的蛀虫。从今天起，南大营要脱胎换骨。南大营1营老卒王大山愿追随大夫人重振我南大营军徽。愿追随大夫人，愿追随四夫人。大嫂、四嫂干得不错，不过南大营的脓疮还没完全洗干净。前阵的余党可不止周平一个，我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主动站出来，走到台前承认罪行。念在你们曾为北京流过血，我可饶你们不死，只废除军籍，逐出雁门关。若是1炷香后还需让我亲自把你们一个个揪出来，那就别怪我让你们死得难看了。还有半炷香。我有罪，
我帮前阵运过2次司神，分了300两银子，求少帅开恩，求少帅饶命啊！我也招，我拿过回扣，我是被逼的。拖下去。不错，懂事的还是有的。时间到。南大营副统领王猛，你可知罪？末将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末将自问在南大营兢兢业业，不知犯了哪门子王法。若是为了前阵那反贼的事儿，末将早就声明过，我是被他蒙蔽的。您今日若是想拿我这颗老脑袋祭旗立威，怕是南大营这5万兴许心里不服啊！大夏历114年3月，你以战损为名，私吞上等战马30匹，转手卖给了关外黑风口马贼，获利5000两。那群马贼得了这批战马后，半个月内屠了雁门关关外2个村子，全村108口，连襁褓里的婴儿都没放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证据呢？拿不出证据，你这就是在构陷军中大将。想要证据，那我就给你更多。115年冬，黑狼部夜袭17号哨所，你却在县城喝花酒，为掩盖离营重罪，你掐断通讯谎报援军已发，导致哨所内32名兄弟孤立无援，被生生剁成了肉泥。事后你为了堵住悠悠众口，竟然杀良冒功，屠了附近3个无辜的耐民棚，用那些可怜人的脑袋顶了战功。王莽，你摸摸你的胸膛，那里跳的是人心还是畜生的肺？兄弟们，别听这娘们妖言惑众，萧家这是要清洗咱们南大营，要把咱们这些老兄弟一个个都弄死。今天是我王猛，明天就是你们。反了，法不责众，大家一起上！拼了！就凭你们这群烂到骨子里的土鸡崴狗，也配跟萧家谈拼命2字？大嫂，杀令既出，送他们上路吧。风雨楼暗卫听令，凡持械反抗者，格杀勿论，一个不留。饶命！大夫人饶命啊！我们是被王猛骗了。传我将令，作乱滋事，持刀反抗者，严惩不贷。啊！方才不是气焰嚣张，来，跟我较量一番。就这，还以为能多打一会儿呢。我知道你们在怕什么，怕秋后算账，怕下一个轮到自己。今日把话撂这儿，该死的已死，吃里扒外贪墨军饷的助，皆已付出代价。从今往后，凡忠于萧家、忠于镇北军者，过往一概既往不咎。但是从今往后，谁敢在吃里扒外，谁敢在贪墨军饷，谁敢在出卖兄弟，王猛就是下场，周平就是下场。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九弟，我刚才是不是很像一个屠夫？不，屠夫杀生是为了私欲，而我们举起屠刀，是为了让更多无辜的人活下去。擦擦吧，脸上有血。谢谢你，九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南大营算是拿下来了，但这才是刚刚开始。大棒打完了，现在该给胡萝卜了。九弟，你又要干啥？胡萝卜？啥胡萝卜？难道是要请这些兵吃饭？四嫂，明日一早，除留守人员外，各营将士全部带到西大营教场集合，发钱。弟兄们，几日前我在这里问过你们，憋屈吗？我曾说过，从我新月接管镇北军开始，就绝不会再让任何一个兄弟饿着肚子上战场，流血又流泪。我曾承诺，军饷双倍发放，战死兄弟的抚恤10倍补足。有人说我新月在画大饼，拿不出这么多钱。今日我新月就让那些人看看，什么叫一诺千金。开库罚饷，揭开。奉少帅令，自今日起，镇北军全体将士军饷翻倍。另有诏令，凡白狼谷1役、马革裹尸的51326名英烈，家中老者皆赐抚恤金100两，老银3两。幼子为女送入王府私塾，由王府抚育成人。遗孀若不改嫁，王府供养终生。腹中一父子按月发放抚育银。阵亡将士遗下兄妹，由王府抚养，视若己出。二虎啊，你个瓜怂，你听到了吗？你娘有人能读书了，不用去给人放羊了，你可以瞑目了。少帅威武！老王爷，您看到了吗？咱们萧家后继有人呐！弟兄们，我新月从不画大饼，
今日发的军饷和抚恤，只是一个开始。从今天开始，你们的亲眷便是我新月的亲人，谁若欺辱，便是与我为敌，必斩之。所以，我最后问你们一次，你们愿意把命交给我吗？愿意和我同生共死吗？愿意，愿意与少帅同生共死，愿意与萧家共存亡，愿为少帅效死，效死，效死！金月，好一个病秧子，好一个萧家九公子。3年前，他缩在父兄身后，走几步路就咳嗽，我连正眼都没瞧过他。这哪里是羊，这分明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崽子。丞相，属下不是来劝您息怒的，而是来恭喜丞相。恭喜我的心腹被凌迟，北境棋局毁于一旦，你恭喜我？丞相，萧臣此举是自掘坟墓。接着说。赵德芳明面上的身份是朝廷2品命官，大夏律法，2品以上官员生杀大权皆在御前。萧臣私设公堂，凌迟朝廷命官，这是藐视皇权，这是目无君父。继续说。你说的对，这小子太狂了，狂到以为北境的天他萧家能一手遮住，狂妄就要付出代价。你立刻联络御史台、中书省、门下省所有人，弹劾萧家拥兵自重、意图谋反的奏章，今晚必须堆满陛下的龙案。丞相高明，萧家必死无疑。朝堂才是真正的屠宰场。新月，我亲手送你去地狱，和你那愚蠢的父兄团聚。陛下在笑。高福，奴才在。你说这萧家老九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送命题，回陛下。奴才只听说萧家九公子此前体弱多病，人称药罐子，如今看来传言似乎有误。何止有误，简直是判若两真。凌迟重惩2品大员，车列处置军中北主将，这般胆识，这般魄力，可不像是一个18岁的残弱少年能够做得出来的。前几日秦松呈上奏章，说萧家只剩孤儿寡母，皆入诸城，进入连连。朕那时还想着这位丞相总算做了一桩体恤功臣的事儿，现在看来这哪里是体恤，分明是把一头睡着的猛虎给提前叫醒了。朕的这位丞相偷鸡不成反被啄瞎了眼，经营10几年的北境，一夜之间被人扫得干两银子，他秦松怕是心疼的在滴血吧。哈哈哈哈哈哈！启禀陛下，中书省、门下省、御史台37名大臣联名上奏，正在殿外等候，身后恳请陛下召见。来得真快呀！猜猜看，这些奏折里都写了些什么？奴才不敢猜。谋逆，他萧晨要是真想谋逆，就不会把赵德芳的罪状贴满雁门关，让全城百姓都知道了。他这是在告诉朕，他杀的是国贼。秦松想借朕的手除了萧家这颗钉子，可他们都忘了，朕才是那个执旗的人。萧家这把刀，朕以为断了，没用了，但如今被人淬了火，断刀又磨出新刃。秦松这头狼养得太肥，也该放点血了。一头恶狼，一把断刀放在一起才好用，才听话。志恒，陛下要的是文官和武将斗起来，斗得越凶，龙椅越稳。新月啊新月，你这步棋走得妙了。你再强，也只是朕手里的一把刀，刀就要有刀的觉悟。高福，传旨，明日早朝，朕倒要看看他们能给朕演绎出什么样的好戏。那个小王八蛋，他这是在把整个萧家，把韩嫣，把这30万镇北军往火坑里推。赵德芳是朝廷命官，
二品封疆大吏，他新月算个什么东西？敢动私刑还是凌迟？这是谋逆，是造反，是要满门抄斩的滔天大罪。韩嫣呢？他怎么说？他就在现场，为什么不拦着？老爷，这是大小姐的亲笔家书，刚到的。父亲大人膝下，见信如墨。女儿不孝，未能提前禀报，亦未加阻拦。但此事女儿不悔。九弟所为，是为白狼谷那5万枉死的忠魂讨回公道。女儿既嫁入萧家，便是萧家妇，死亦是萧家鬼。若朝廷问罪，女儿愿一力承担。不孝女韩言，叩首。糊涂，真是糊涂啊！福伯，备车，把老夫战马牵出来。老爷，大半夜的，外面风雪这么大，去英国公府，去定国公府，去镇南侯府。秦松想借这个机会把萧家连根爬起，做他的春秋大梦。明日早朝，哪怕拼上这顶乌纱帽，拼上这条老命，老夫也要在金銮殿上保下萧家这根独苗。公爷，柳尚书的车驾已经在路上了，直奔咱们府上。老柳这个火爆脾气还是这么沉不住事，大半夜的也不怕冻着他那把老骨头。公爷，那咱们是见还是不见？萧家九郎当真按古法重惩了赵德芳，足足360道刑数，一道都不曾少。千真万确，那情景着实不忍细看，却也大快人心。好一个大快人心！这京城死水臭太久了，秦松那帮人把持朝政，打压武将，搞得咱们只能在家斗蛐去盘核桃，活像群缩头乌龟，开中门迎客。告诉老柳，别急着哭丧，天还没塌呢。传令下去，通知定国公镇南侯，明日早朝都精神点儿，咱们去给那个萧家小九撑撑腰。是，公爷。众卿平身。陛下，臣御史大夫王纯有本死奏，10万火急，关乎国本社稷啊！那镇北王府9公子新月行事桀骜妄为，在雁门关校场对朝廷2品重臣赵德芳施以重刑，刑必交手悬楼惩戒。南大营统领亦遭严整，四海通商会牵连1000人殒命，雁门关死伤遍野。此子分明就是要谋反！这怎么可能？陛下，赵德芳乃朝廷命官，纵使有千般不是，也该由萧峰一呈3法司会审陛下圣裁。萧家拥兵自重，早有不臣之心，如今图穷匕现，公状大肆遣除朝廷大员，臣恳请陛下立刻调集大军北上，将此孽擒拿归案。臣附议，恳请陛下圣断，尽早除此祸乱朝纲之人。臣附议，萧家不除，国无宁日。放你娘的狗屁！王纯、李文渊，你们这群只会耍嘴皮子的府书，一口一个谋反，一口一个国贼！我呸！你金殿之上口出秽言，成何体统？体统？老子今天就不要这体统了！我只问你们一句，那赵德芳该不该杀？赵德芳克扣军饷，倒卖军粮，让前线将士穿着纸糊的棉衣，吃着发霉的烂粮，去跟蛮子拼命。这还不算，他勾结外敌，出卖布防图，致使我大夏5万精锐在白狼谷被围杀殆尽。萧王爷一世英雄，8位少帅个个嗷嚎，最后连具全尸都没剩下。这笔血债该算在谁的头上？赵德芳罪无可赦，受此刑罚理所应当。依老夫看，这般惩处仍嫌太轻，若我在场，定要亲自惩治，方能平胸中愤懑。柳尚书话糙理不粗，
若有人觉得勾结外敌、坑杀5万大军的国贼不该杀，大可站出来。老夫倒要见识，是何等忠良，能容此通敌叛国之徒。更要问问我等沙场浴血的老臣，答不答应？这把火烧起来了。柳尚书煞气逼人，果然不愧是将门威仪。赵德芳贪赃枉法、通敌叛国，本就罪无可赦，死有余辜。在这点上，本萧和你看法并无分歧。但是柳尚书执掌兵部，应知朝堂军旅最忌无序僭越，目无君上。若人人皆凭思念善成朝臣，肆意用刑，朝纲何在？皇权何在？今日他可私刑处置朝中重臣，来日便可以一己好恶，随意问责将帅，杀伐朝臣。长此以往，他日便可借清君侧之名，带兵入京，祸乱朝堂。你这老贼，纯属强词夺理，血口喷人！哼哼，本乡可有虚言？新月在北境杀官抄家敛财，哪一桩报过朝廷？哪一件请过圣旨？他眼里还有陛下吗？陛下，新月狼子野心，今日不严惩，必成社稷大患。臣恳请即刻收回其兵权，押解回京，交大理寺严查。恳请陛下严惩新月。秦相之言诛心，萧家满门忠烈，新月所作所为都是被逼无奈。诸位都吵累了，秦爱卿守国法，刘爱卿护忠良，皆无过错。公私难断，便派专人前往北境实地考察，再做定论。陛下，这哪里是护佑萧家，分明是刻意养寇，借势自重。相爷，陛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当真要保全萧家？保？他是忌惮文官势盛，更嫌我这个丞相挡了他的路。他留着萧家这柄残刀，不过是想磨刃蓄力，制衡朝堂，钳制我文官一党。他想看朝堂内斗，好，那我等便斗给他看，斗至天翻地覆，血染金銮，血流成河。相爷，您手怎会受伤？无妨，这点血刚好让我清醒。陛下想做渔翁，坐视我与新月内斗，只可惜这盘棋局由不得他一人掌控。相爷的意思是，陛下不是要派钦差吗？那我们就帮陛下选个好地方，送这位钦差上路。相爷是想让钦差死在北境，而且必须死于新月之手。聪明，立刻动用我们在御史台的案子，把声势造起来。就说陛下对新月已忍无可忍，钦差名为调查，实为问罪，手持尚方宝剑，有先斩后报之权。我要让这个消息比钦差的马车更快传到北境，传到新月耳朵里。新月性情刚烈，受不得半分委屈。若让他认定钦差是来问罪加害，以他的性子，绝不会坐以待毙。再调一批人手，伪装成黑狼部族人，暗中尾随钦差队伍。倘若新月按兵不动，我们便暗中布设局面，让钦差在北境境内生出意外波折。此事一旦发生，那就是谋逆铁证。到时候陛下想保他，也堵不住天下悠悠众口。此计甚妙，乃是无解阳谋，仅有内欢尚且不足，还需为新月平添外患。今年北境大雪连绵，草原不足，生计艰难。黑狼部首领眼下最紧缺的便是粮草与守城军械。相爷，
此举形同私下勾结外国，乃是株连中族的重罪。并非私通外敌，只当作寻常商日往来。只需设计商队路途遭遇劫掠，凭空遗失10万担粮草、5000套废旧战甲便可。此事由你亲自督办，转告苍狼，粮草战甲无偿相送，只有一个条件：半月之内陈兵雁门关外，不必真的起兵攻城，只需摆出大举来犯之势便可。我要让萧晨前有钦差追责，后有塞外兵马压境，首尾受制，分身乏术。相爷思虑深远，不如在粮草之中夹带床子怒残缺图纸，足以勾起苍狼觊觎之心。好见识，不愧是我身边最得力的谋士。这一次，我不仅要斩断陛下倚重的臂膀，更要让朝堂格局彻底改写。柳震天、徐骁一众老臣，今日金殿之上言语偏袒新月，十分聒噪，即刻派人严密监视兵部尚书府、英国公府，紧盯各方动静。相爷是担心他们暗中给新月通风报信，必然如此。立刻封锁京城通往北境所有官道小径，严查800里信使、传信飞鸽、私家兵丁，但凡去往雁河关方向之人，一律严加盘查，宁可谨慎设防，不可有半点疏后。我要让京城消息半点也传不出京邑，令新月彻底隔绝音讯，无从知晓朝中局势。若是柳震天等人执意强行闯关私传消息，便就地拦下，依规处置。属下遵命。女儿既嫁入萧家，便是萧家妇，死亦是萧家鬼。寒烟，我的寒烟。老爷，您1个时辰没动了，喝口热茶吧。福伯，寒烟那孩子从小就犟，让他学琴棋书画，他偏要习刀枪剑戟；让他留在京城做大家闺秀，他偏跑去北境跟男人一起拼命。我这个当爹的是不是太失败了，连自己的女儿都护不住？老爷，大小姐她有您当年的风范。是啊，太有风范了，刚烈、骄傲、宁折不弯，跟我年轻时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福伯，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引以为傲的就是生了这么个不输男儿的种，可现在我最后悔的也是教他做了个英雄。这世道早就变了，如今朝堂尽是秦松这种阴沟里的鼠辈当道，更有陛下这般棋手暗中博弈。活得长久的从来都是懂得低头隐忍之人。可寒烟也好，新月也罢，偏偏腰杆挺得太直，把尊严与公道看得比性命还重。他以为他在坚守正义，实则是拿脖颈往秦松的刀口上撞，更是逼着陛下亲手折断他这根不肯低头的傲骨。我怕呀，我真的怕，怕哪天送回来的不是家书，而是他的绝癖。还有那新月，3年前初入京城，本是体弱多病、弱不禁风的一介书生，可如今行事凌厉果决，敢抗衡朝中重臣，整肃江湖商帮，早已褪去文弱之气，俨然一头锋芒难掩的出山猛虎。他痛快了，出了恶气，可他把天捅了个窟窿，谁来补？新月怎么就想不到，陛下那双眼睛正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这把淬了火的刀到底够不够快。秦松那条毒蛇正吐着信子等致命一击，他们远在千里之外，还以为自己赢了。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杀局才刚刚开始，真正的刀子还没落下来。我绝不能坐以待毙，不能看着韩嫣与萧家踏入秦松死局，更不能让女儿沦为权谋牺牲品。写什么？揭穿帝王算计，点破钦差陷阱。以那2人的性子，这封信不是生路，是催命符。
老爷，大事不好了！城防司急报，半个时辰前，京城九门突然戒严，丞相府门客配合巡捕，正在严查所有出城信使和商队。往北区的盘查最严，不仅查陆体货物，连人都一个个搜身。我们派出去的2个探子都失联了，生死不明。欺人太甚！欺人太甚！管家，老奴在。去，把柳安给我叫来，立刻，马上，现在！老爷，少爷他才20出头，这一去，秦松想封锁京城，那老夫就亲自为萧家杀出一条血路。叔父，外面天变了，街面上的更夫都换成了带刀的生面孔。相府在各路口设卡盘查，连只苍蝇都不放过。安儿，拿着他，你立刻去后院挑10名最精锐的死士，带兵器干粮，从密枣出城。我要你们避开所有人烟，钻进深山老林，饿了乔树皮吃生肉，渴了趴在地上喝血水，累了把自己埋在雪窝子里睡，哪怕把腿跑断了，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给我往北爬，因为这不仅仅是信，这是萧家几百口人的命，是你姐姐最后的活路。柳安就算粉身碎骨，也一定将信送到大小姐手中。不是给韩嫣，必须亲手交到萧家那个9公子手上。为何？大小姐才是将门虎女，韩嫣性子随我，刚烈骄傲，她若主事，必死守雁门关，至死不退。这般宁彪的性子，早晚要被秦松折断。新月却不一样，城府深沉，狠辣多谋，唯有他不循常规，方能在绝境死局里为萧家杀出一条生路。你见到新月后，再告诉他一句话：倘若京城无可挽回，秦松封死所有退路，就让他携韩嫣、萧家满门，领着镇北军火种，弃雁门关，透守草原。叔父，那可是雁门关，是大夏的国门，弃守便是通敌叛国，是千古骂名。那是老子守了半辈子的关隘，是萧大哥流干了血的地方。可若不退，萧家就要死绝了。骂名又何妨？任由秦相与文官唾骂便是。只要人还在，萧家血脉不绝，镇北军军魂不散。纵使退守草原，落草求生，也强似困在京城泥潭里，坐以待毙。转告新月，大丈夫能屈能伸，只要留得性命，终有一日杀回中原，重整乾坤，拨乱反正。叔父，把眼泪给老子憋回去，天亮之前必须出城，晚一刻你就出不去了。滚吧！叔父保重。柳安，去了。萧大哥，当年一战你救我一命，如今也该我还你了。萧家的那个小狼崽子，你可千万要接得住老夫这把老骨头给你铺的路啊！妙啊！陛下，夜深路重，该歇着了。高福，你来看看这盘棋，下一步该怎么走？老奴实在看不懂。你这老狗不是看不懂，是不敢说。这白子就像秦松那帮文官，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他们把朕、把朝廷、把天下都裹在里面，勒得朕喘不上气。新月，这颗意外棋的出现，是不是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所有人都以为新月是枚废子，是萧家养的病猫，活不过弱棍的药罐子。可谁能想到，这只猫不仅没病，还会咬人，一咬就咬断了秦松一根手指头，还把血溅了朕一身。高福，你跟了朕33年，你说镇北王萧战此人如何？老王爷忠勇无双，是国之著述。忠勇无双，
是啊，他是一头好虎，替朕守着国门，让朕觉都睡得香。可他太强了，强得让朕窒息，强得让朕做梦都看见萧家的战旗比朕的龙旗还要高还要大。还有他那8个儿子，8头猛虎，个个万夫莫敌。连军营里的马夫都知道萧家8郎，却不知太子是谁。萧斩曾给朕上密折，说3年之内黎庭扫萧，永绝北疆之患。好一个永绝后患！可他若真歼灭了黑狼部，30万镇北军，朕往哪儿放？功高寨主的萧家父子，朕该怎么赏？封无可封，赏无可赏。那下一步，他们是不是就要替朕来做这把龙椅了？只要黑狼部还在，萧家就是忠犬；黑狼部没了，萧家就是弑主的虎。朕宁可北境岁岁染血，也绝不许萧家封神。他虽然亮了獠牙，但萧家人骨子里都刻着一种病——愚忠。他们可以不在乎朕的圣旨，但他们在乎北境的百姓，这就是他们的死别，是朕给他的锁链。只要黑狼部威胁未除，新月送别恨朕入骨，也只能乖乖替朕镇守北疆。他就是朕豢养的看门犬，这才是朕要的刀，随时杀人，也随时可以折断。这不是要杀新月，也不是要保新月，这是要榨干啊！黑狼部未除，新月纵使恨朕入骨，也只能做朕手中利刃。有勇有谋，心狠果决，又被忠义牢牢牵绊。世间还有比他更合用的刀吗？朕要用它去割秦松的肉，还要让他在风雪北境耗尽最后一滴血，连同那所谓的忠义一起烂在泥土里，变成朕江山的肥料。陛下，密报！丞相府调集门客巡捕，封锁京城所有北境官道，信使飞鸽都出不去了。秦松遭反噬，便封死消息，想把新玉困在北境瓮中捉鳖。也罢，好刀若连这点阻碍都冲不破，便不配为朕所用。朕信这把刀自会寻路破局，若连风声都探不到，便是废铁一块。传朕旨意。奴才在。命大理寺卿陈玄为钦差正使，羽立卫副总领王冲为副使，率500羽林卫精锐，3日后启程赶赴北境。陈玄铁面，王冲为陛下心腹，500羽林卫名为护卫，实为监规。转告王冲，擦亮双眼，替朕验一验萧家这把刀锋芒几分。若是不够快，便可折去；若是太过锋利，奴才遵旨。不能停，绝对不能停。柳统领，走啊，快走！穿过黑松林，便能抵达雁门关。我不走。要走一起走！你糊涂啊！你是柳家唯一的男丁，是老爷的亲侄子。你死了，谁去报信？谁去告诉萧家那个小狼崽子，秦松那老狗要弄死他？我们几个烂命一条，死了就死了。可你身上扛着的是老爷的希望，是大小姐的命，是整个萧家的未来。你要是死在这儿，我们变成鬼也没脸去见老爷。刘小子，老三这辈子没求过你什么，今天老三求你一回，活下去，把信送到，别让老三死得不明不白。来呀，爷爷今天多杀一个，就是给你秦霜老狗多添一笔血债。真他娘的晦气！上路前连口断头酒都喝不上。对面的孙子们，爷爷这辈子没啥出息，就在雁门关外杀过几个蛮子，在尚书府偷过几瓶好酒，没想到今天要葬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喂狼。三哥，别废话了，黄泉路上黑灯瞎火，咱哥几个得走快点，不然赶不上投胎。兄弟们，咱们是柳尚书的兵，
是大夏的兵。今天咱们兄弟几个的人生走到头了，但这路也就断在这儿了。只要咱们还有一口气，就算是死，也要把骨头渣子卡在路中间，给刘小子挡住这群畜生！杀！走啊！走啊！柳安！刘大哥，告诉翠儿，别等我了，让她趁年轻改嫁，找个好人家。告诉她，下辈子我还娶她。小五，老三，少爷别回头，告诉老爷，铁蛋没给他丢人。二狗这条命是柳家给的，今天还了。少爷，快走！我的命不是自己的了，是老三、小五、铁蛋他们用命换来的。赢了，但兄弟们全没了。柳安啊，这套刀法练得不错。我弟弟偷懒怎么了？有我在，谁敢罚他？这不仅仅是信，这是萧家几百口人的命，是你姐姐最后的活路。刘小子，别让老子们白死！刘大哥，告诉翠儿，让她改嫁。还有50里。降了，真他娘的降了！3成，九公子开了赵狗官的私仓，谁敢涨价就请谁去北大营吃牢饭。娘，少帅说了，萧家的兵绝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儿啊，咱家遇到明主了。78%还是不够，要把这些人的命和萧家的命彻底绑死，至少要到90%。当京城的屠刀落下来时，他们才敢拿起锄头跟我一起造反。少帅，这动静，我老雷是个粗人，但我知道，自从老王爷走后，雁门关的百姓好久没这么笑过了。不过，咱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撒银子，京城那边……雷烈，百姓所求甚微，一碗饱饭，一件暖衣，一个公道。我只是把赵德芳从他们嘴里抢走的东西又还给了他们。京城杀机已至，收拢民心，方能立于不败。赵德芳死了，秦颂的脸被我打烂了。你觉得京城那位坐在龙椅上的陛下还能容得下我吗？少帅的意思是，朝廷的大军要来了。大军未必，但软刀子暗箭恐怕已经在路上了。传令4大营，训练强度再加3成，告诉将士们，这碗肉能不能端得稳，不看天不看地，只看手里的刀够不够快。是，镇北军上下随时愿为少帅赴死。王哥，那是什么？有人！吹号，全员接备！这他娘的还是人吗？闭嘴！稳住！别放箭，看清楚再说。开门！我是兵部尚书府柳安，我要见新月，要见大小姐。快开城门！那是自己人！赵军义，通知少帅和大少夫人，出大事了！
他还有呼吸，但很微弱，快抬担架！这脉象，他体内至少中了3种毒，加上严重失血、冻伤，多处贯穿伤，就算是躺着不动，也早该死透了。他到底是怎么撑到现在的？别废话了，能不能救？快去北大营，请2少夫人，只有她的医术，或许还能保住他一命。黑狼部最近异动频繁，但苍狼不会在这个时候动手。白狼谷一役，他们伤亡也惨重。放肆，成何体统！少帅，大少夫人，城门口，把舌头捋直了说，天塌不下来。城门口来了个血人，浑身插满了剑，血都快流干了。说是兵部尚书府的柳安，御医说怕是挺不过今晚了。柳安？怎么可能是柳安？他不是在京城吗？父亲怎么会让他来北京？新月，那是柳安，是我弟弟，他才20岁，他还那么小。我知道。来人，备马，立刻！姐，你等着，不出5年，我定然能胜过你。再快点儿，求你了，再快点儿！人呢？安迪在哪儿？大夫人，少帅，柳安兄弟在军医帐，2夫人正在全力抢救，但是那帮畜生下手太黑了，柳兄弟身上没一块好肉，情况很不好。安迪，大姐，你先退到一旁，不要影响我下针。目标柳安，状态濒死临界点，心率约28%，生存概率约1.2%。警告警告，若强行清操拔剑，概率则下降至0.5%。二嫂，情况如何？给我句实话，不要有任何隐瞒。失血过多，寒气入体，多处粉碎性骨折，这些我还能想办法吊住他的命。最要命的是这毒，还有这剑，这是死尸专属暗器，倒钩深切难除。又染剧毒，必须立刻刮骨去毒，否则半个时辰内毒气攻心。但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强行拔剑的剧痛会瞬间冲垮心脉，拔九死一生，不拔等死。拔？什么？拔！他能撑着一口气，拖着这副残躯穿越60里死地来到雁门关，就绝不是为了躺在这里多活几个时辰，然后窝囊的死去。我新月若是连这最后一搏的勇气都没有，还有什么脸面接下这封信？还有什么资格坐着镇北军少帅的位置？二嫂，动手！出了任何事，算我的。好，既然九弟敢赌，那我就陪你赌一把。这一把，我们要从阎王爷手里把人抢回来。二嫂，开始吧，只要我不松手，阎王爷就带不走他。要取出了，hold住他心脉，万万不可大意。起！来呀，过来吧。柳安，我们10个兄弟把命都填进去了，就是为了让你在这儿睡大觉。给老子滚回去！柳大哥，你要是死了，
谁替我把话交给翠儿？你答应过我的。回去，滚回去！别让老子们白死！我不死，老子不能死！止血！老天！人保住了，他本已是命若游丝，方才凶险关头本难挺过，全凭自身坚韧执念死死撑住生机，也多亏你以内力护住他心脉，不然拔出暗器之时，他早已撑不住了。安迪，安迪，九公子，我在。信，叔父的亲笔信，必须亲手交给你。叔父让我带话，京城出大事了，秦松已动手，若势不可为，让大小乔带着萧家退守关外，保住血脉。地心难测，擒贼当道，忠义二字不过是套在英雄颈上的枷锁。若势不可为，切勿于衷。带着寒烟，带着萧家最后的种，退到草原去，哪怕做草原上的孤魂野鬼，也别做这大夏刑场上的冤魂。记住，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九弟，不，那是安迪用命送过来的信，你做什么？新月，你疯了吗？那是父亲拼上整个柳家身家性命才送出来的消息，我甚至还没看上一眼，你凭什么烧了他？那是安迪拿命换回来的呀！大嫂，正是为了救柳家，为了救老尚书，这封信才必须烧。信里的话不是生路，是催命符，此事绝不可外泄，信件亦不可求存。一旦走漏风声，明日柳家满门尽数难逃一死，谋逆重罪，你、柳家、萧家谁都承担不起。谋逆，信即已毁，我不问细节，但我必须知道父亲究竟说了什么。我们还有路吗？局势判定，秦宋阵营杀意满直，绝非朝堂博弈，乃是赶尽杀绝之围杀。黄泉居高临下，冷眼旁观，暗藏完美。京城的水比我们预想的还要浑，也要脏得多。秦松那老贼在朝堂上发难了。秦松救急37名朝中重臣当庭死谏，罗织诸多罪名构建于我。一众朝臣强逼陛下颁下旨意，欲发兵北境拿我归案，施以酷刑当众处决。放他娘的狗屁！那群只会摇笔杆子的狗东西！少帅杀赵德芳是为了给老王爷报仇，是为了给5万冤死白狼夹的兄弟讨公道。凭什么治少帅的罪？老子不服！凭什么？就凭这里是大夏，凭那是朝堂。朝堂之上从来不讲对错，只讲利弊，从来不论中间，只看输赢。九弟，那高坐在龙椅上的陛下究竟是什么态度？陛下说派钦差北上彻查此事。彻查？全北境都知道赵德芳是你活拐的，有什么好查的？因为他查的从不是真相，而是态度。大嫂，陛下既不杀我也不保我，不过是借我这把沾血带罪的刀去斩掉日益跋扈的秦松罢了。我新月就是他选中的那把凶刀，至于我这把刀折损与否，事后是否被弃，他根本不在乎。而秦松那老贼绝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钦差北上的这一路，从他踏出京城城门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危机四伏，步步惊心。秦松会想尽一切阴毒的办法，暗中加害钦差。只要钦差一死，不管是不是我杀的，这盆谋逆的屎盆子都会死死扣在萧家头上。到时候，我就彻底坐实了造反的罪名，
陛下为了皇家颜面，就不得不亲手折断这把弑主的刀。他敢杀钦差再嫁祸给我们，那可是钦差呀！你太小看文人的毒了。秦松甚至不需要派自己的人去动手，他只需要散布谣言，说钦差手持尚方宝剑是来将萧家满门抄斩的。一个被逼到绝境，手握30万重兵的反贼，在极度恐慌下，看到来者不善的钦差时，会做什么？所以我爹才让你退守关外。他怕我们被秦松逼得只能走上那条不归路，他让你带着我们逃，去做草原上的孤魂野美。柳伯父的意思我明白，他是想让我们保存火种，退到关外，以图将来东山再起。我宁死不退。萧家满门忠烈，老王爷，我夫君7个弟弟，5万镇北军英魂，他们的骸骨就埋在雁门关外的洞梯里。我们今日若是退了，就成了逃兵、懦夫、千古罪人。我柳寒烟死也要死在雁门关的城墙上。老子也一样，宁可战死，绝不退后。退？柳伯父不是在退，他是在用他自己，用整个柳家满门老小的命，给我们萧家垫一条带血的后路。你真的以为那封信是让你逃跑？是怎样的绝望，才能逼着一位刚烈了一辈子的老将，流着血来写下劝女儿叛国的遗言？他不是在让你逃跑，大嫂，他是在求你活下去。在他看来，朝堂阴谋远比外敌更为凶险，他赌上毕生名节风骨，乃至柳家满门性命，只为换你一条生路。九弟，你告诉我，我们还有路吗？如果这大夏的朝堂不肯给我们留活路，那我们就自己劈出一条血路。从我新月在点将台处置赵德藩那日起，我就没给自己，没给萧家留过任何退路。秦松想玩借刀杀人，皇帝想把我当棋子，那就让他们睁大眼睛看清楚，这把刀到底握在谁的手里，到底谁才是那个杀人的主。哈哈哈哈，说得好！愤怒是这世上最无用的东西，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京城敌人安哉享乐，暗自庆贺。大嫂，柳伯父的苦心我懂，你的坚守我也懂，萧家的人一步都不会退，但怎么守，用什么方式守，得听我的。好。引军入倭反制方案推演完毕，综合成功率约78%，核心是确保钦差陈玄平安抵关。九弟，雷统领说你有急事找我。皇帝要派钦差来，秦松的人已经开始动手了。难怪，这3日南飞信鸽尽数失联，沿路3处核心联络据点到约定时限也迟迟未无音信传回。半刻前探子来报，我方17名暗哨悉数遇害，出手招式干脆利落，乃是秦松麾下精锐死士所为。秦松这是在清场，他要把我们变成聋子、瞎子，逼我们自乱阵脚。一个被蒙上眼睛、手握重兵的困兽，在极度恐慌下，极有可能会为了自保，直接除掉那个不知底细的钦差，或者他直接派人暗算钦差，再把黑锅扣在我们头上。这是无解的阳谋。只要钦差进入北地地界，哪怕他是喝水呛死的，这盆脏水我们都躲不掉。九弟叫我来，是已经有破局之法了。我要三嫂你即刻传令风雨楼，调集所有最顶尖的影子刺客，同时让六嫂韩月调出200名阎王殿特战精锐，全程交由你指挥协助。我的命令只有一条，不惜一切保护钦差陈玄，让他毫发无伤进雁门关。啥玩意儿？少帅，您没发烧吧？咱反倒要护着上门问罪的官差，这人就是皇上手里的刀子，没半路拦下他就不错了，哪还能给他当保镖？九弟，让他活着进关，岂不是引狼入室，将萧家满门送到他的铡刀之下？九弟，钦差是敌非友，一旦他进了雁门关，手持圣旨振臂一呼，军心动荡，后果不堪设想。哼，你们都只看到了危险，却没看到这死局中唯一的那道生门。秦松的借刀杀人之计看似天衣无缝，但核心阵眼只有一个。
钦差必须殒命北境，只要钦差丧命，这口黑锅萧家背定了。可如果钦差活着，毫发无伤地出现在雁门关，甚至是在我们镇北军精锐的拼死护卫下，才躲过了秦松死士的一路暗杀呢？还有，你们可知这次皇帝派来的钦差是谁？大理寺卿陈玄，那个出了名又臭又硬，6000不认只认死理的铁面阎罗，竟然是他！不错，陈玄并非秦松附庸，乃是忠于国法、追寻真相的孤臣。秦松想借他构陷萧家，我们便倾力护其周全，要让他亲密险境，看清谁暗藏杀机。亲眼目睹北境历经动荡后，在萧家治理下重焕生机，亲耳听闻将士领族军饷抚恤后，满腔赤诚的铿锵誓言。只要陈玄洞悉真相，他手中皇权利刃便不会再针对萧家，反倒会成为制衡秦松的关键首长。我明白了，领命，苏梅必不负九弟所托，定保陈玄活着踏入雁门关，敢伤他分毫，风雨楼暗影必诛之。楼主，都起来吧，九公子有令。是。京城会派钦差北上，丞相秦松必会派人沿途截杀，意图嫁祸我镇北王府。楼主是要我们先下手为强，在秦松的人动手之前？不，我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确保钦差毫发无损地抵达雁门关。什么？楼主，您没说错吧？保护钦差，那可是来抓九公子的人啊！这不等于给敌人递刀吗？对啊，楼主，咱们风雨楼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事儿？保护敌人，这简直是荒唐！够了，我再说一遍，这是九公子的命令，你们只需要执行。属下不敢。九公子这一步不是守，是攻。秦松想借刀杀人，九公子要让他知道这把刀也能反过来扎进他自己的心窝里。都起来，时间紧迫，开始布置。钦差的队伍3天后从京城出发，秦松的死士最有可能在这一段动手。楼主，属下实在不明白，钦差明显来者不善，为何要保护他？万一他到了雁门关对九公子不利，我们岂不是亲手把刀给了敌人？你们真以为九公子是在引狼入室？秦松想借钦差之死坐实我们谋逆的罪名，这一招够毒也够狠。但九公子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要让那位手持尚方宝剑的钦差大人活着，完完整整，连一根头发丝都不能少的走进雁门关。何不叫他凭着一双洞察世事的慧眼，亲自瞧瞧？昔日贪官压榨，致使北境生灵涂炭，如今经九公子倾力整顿，这片残破之地又是何等状况？让他看看城楼上公示的贪官罪证，看看那贴满城墙的通敌罪状，看看人头之下跪满了多少喜极而泣的百姓，是怎样排山倒海的万人称暗。秦松想用谋逆罪名压死我们，好，那就让这位铁面钦差亲自去大营里听一听，听听我镇北军30万将士，在拿到足责军饷，看到战死袍被家属拿到丰厚抚训后，砸碎饭碗，对着九公子立下的震碎云霄的誓言，那是军心，那是民意，那是连天子都不敢轻易忤逆了的煌煌大事。到那时，你们告诉我，面对万民的拥戴，面对30万把出鞘的战刀，面对这铁一般的事实，这位钦差大人拿什么治九弟的罪？他还敢落刀吗？九公子此等谋算当真奇绝，借秦松的刀反杀其身，既破死局又正名，这才是真正的杀人诛心。现在你们明白了？明白了，誓死追随九公子，刀山火海，万死不辞。很好，现在即刻听令，夜鹰鬼手，你们2人立刻出发，沿京城到北境官道，每隔50里设暗哨。我要知道钦差的确切位置，
以及沿途所有可疑人员的动向，确认隐次，即刻肃清沿路秦松密探，缜密行事，不要留下半点痕迹。其余众人就地待命，待钦差踏入北地地界，便同阎王殿协同行事。任何对钦差不利的人，杀无赦。是。秦松，你这次怕是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这场博弈才刚刚开始。六少夫人，何事？少帅有令，命你立刻从阎王殿抽调200最顶尖精锐，配合三夫人的风雨楼行动。任务目标：暗中保护即将进入北境的钦差队伍，确保他们毫发无损抵达雁门关。保护一个来查办萧家，甚至可能带着处决圣旨的钦差。阎王殿是为了好手、破坏、复仇而存在的，不是为了给虚伪文官当保镖的。少帅说了，这次任务就是要让京城那帮只会耍阴谋诡计的阮家好好尝尝咱们阎王殿的厉害。钦差必须活着，一根头发都不少的走进雁门关，这是死命令。寻常护卫之事根本用不着阎王殿出手，九弟却执意调动阎王殿，还会同风雨楼一意行事。风雨楼精于情报刺探与隐秘行动，阎王殿擅长潜入攻坚，两股力量联手，分明是借着这事练兵造势，借着抵御秦松心腹好手的护卫任务，实打实打磨潜伏探查、伪装协作的实战能力。此番种种，钦差就能亲眼辨明，孰人倾力守护，孰人暗藏歹心。九弟这是要让京城那些自以为掌控一切的权贵们，第一次睁大狗眼看清楚，什么叫做阎王殿，懂了？少帅有令，抽调200人，执行绝密实战任务。任务内容：保护钦差入关。都给我把嘴闭上！少帅的命令只有服从，没有为什么。你们只需要知道，这次我们要向京城亮獠牙，让那些自以为掌控一切的权贵们看看阎王殿3个字怎么写。现在选拔名额没有规则，手段不限，半个时辰后还能站着的200人跟我走，倒下的训练量翻3倍。开始。时间到，多了3个，你们3个出列。很好，你们的意志我看到了，但意志不能代替实力，回去继续训练，等真正变强了再来。是。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阎王殿的第1殿出征队伍。这次任务是阎王殿的第1次亮相，你们的表现将决定阎王殿在天下人眼中的分量。记住，你们代表的是少帅的脸面，是萧家的荣耀。是。去通知三嫂，阎王殿的人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是。九弟，你等着，阎王殿的第1次出笼，绝不会让你失望。陈爱卿，萧家那个九公子把朕的2品大员严加惩处了，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臣以为当查明真相，依法处置。哼，依法？可朝堂上文武两派都快打起来了。秦颂说新月是乱臣贼子，柳震天说新月是为民除害，你说朕该信谁？陛下，律法不会说谎，证据不会说谎。臣此去北境，定查个水落石出。好。朕要的就是一个能让朕看清北境、看清新月的真相。皇帝要的绝不是简单的公道，是要他用这把司法之刀，去丈量朝堂文武两派的深浅，去试探萧晨究竟是可用之才，还是必须铲除的隐患。赵德芳究竟是不是如新月所说，贪赃枉法，祸害北境，甚至勾结草原蛮子出卖军情？这才是真相。陈大人，此去北境路途遥远，怕是要受苦了。王副统领有心了，本官只求真相，纵前路艰险，亦绝不退缩。你只需恪尽守守，护我等安危即可。当然，
若是有人胆敢在半路上对本官不利，本官也希望王副统领能分得清谁才是真正的敌人。大人放心，末将明白。档案记载，赵德芳2品大员，在任19年，政绩斐然。新月指控贪赃枉法，祸害北境，致镇北军全军覆没。今日巡百姓就查一切正常，哨探回报，前方30里官道畅通，无埋伏迹象。太正常了。大人此话何意？王副统领，你在军中多年，应该明白，战场上最可怕的不是敌人的进攻，而是敌人的沉默。文臣武将各方势力皆不会放任我方抵达北境，尤其是秦朔，他费尽心中要将新月置于死地，怎会放过这沿途劫杀、嫁祸于人的绝佳机会？这一路太平静了，平静的反常，就像老猎人在设下致命陷阱前，会刻意营造一片祥和，让猎物放松警惕，然后一击毙命。大人的意思是，有人会等我们进入北境地界后再动手？不是可能，是一定。只不过他们还没动手，再等一个让我等死得合情合理的时机。王副统领，若是我等在半路遇袭身亡，最大的受益者是谁？秦颂，不错，他借此坐实新月谋逆罪名，让皇帝不得不发兵北境，兵不血刃，除掉眼中钉。末将这就加强警戒，从今夜起亲自带人轮流巡逻。去吧，明日一早就要进入北地界，让所有人打起12分精神，这平静背后藏着更大的风暴。是。新月，你究竟是忠是奸，是英雄还是乱臣贼子？本官很快就能亲眼见到你了。头儿，陷马坑全部就位，3层冻土加枯草，撒了新鲜马粪掩卫，贴着地锈都闻不出异样。箭矢呢？3000支重弩箭，全部换上黑狼部特有的狼牙倒钩箭簇，箭杆刻草原王庭狼头图腾，象岩刺下的追魂夺魄之毒，每一支倒钩都浸透了，划破点油皮，大罗神仙也得折损道行。丞相大人的意思，这一仗不是杀人，是诛心。我们要让那陈玄交代在草原部族的狼牙剑下，把这笔惊天大案干干净净栽在新月头上。可陈玄是陛下亲派的钦差，他若遭遇不测，陈玄出事和相爷有什么关系？人折在了北境，北境是谁的地盘？萧家地盘。北境防线谁在把守？也是萧家。钦差交代在草原部族手里，说明什么？说明萧家防务形同虚线，甚至勾结外敌。萧家满门忠烈又如何？还不是百口莫辩。告诉兄弟们，狮子搏兔，义用全力。明日这峡谷里，连只活苍蝇都不许放出去。至于陈玄，将其完完整整带回京城，送于相爷。是。327人，3000支毒弩，5处滚木陷阱，陷马坑位置全看得清清楚楚。秦松这次是真急了，把压箱底的家底都亮出来了。可惜，在少帅眼里，这些布置如同无物。头儿，对方行踪已然尽数探明，以诸位弟兄的本事，1个时辰便可将其尽数制服，何必等到明天？杀人容易，救心难。如果现在冲下去宰了他们，明天陈玄平平安安走过一线天，他会怎么想？他什么都不会想，只会觉得一路太平是理所应当。甚至，如果事后知道我们暗中护送，这位只信证据不信人情的铁面伽罗，还会怀疑这是我们萧家自导自演的苦肉计。倘若他明日于峡谷身陷绝境，随行护卫接连遇险，危急关头以为难逃困局之际，我们再骤然现身驰援，这才叫雪中送炭。锦上添花无人计，雪中送炭情意深，更何况是救命之恩。
九公子并非只求钦差安稳脱身，而是要让他亲眼看清谁心怀歹意，又是谁在绝境之中出手相救。九公子要让陈玄欠萧家一条这辈子都还不清的命。告诉六少夫人，猎物已入瓮。是。六少夫人，风雨楼也要传信，秦宋的人已全部进入伏击位置，明早钦差队伍到达一线天，必然动手。明早，知道了，你退下吧。都给我听清楚，明天是阎王殿成立以来第一次在世人眼前亮相，九弟在雁门关看着我们，谁要是丢了少帅的脸，不用敌人动手，我亲自来。我们这次来不是来当护卫的，我们是来狩猎的。先静待暗处之人率先行动，待他们自以为胜券在握，即将得手之际，我们再现身出手，以凌厉手段制服一众暗藏势力。我要让那个钦差大人用他自己的眼睛亲眼看明白，在这北境的苍茫大地上，能让他活的只有萧家，能让他亡的也只有萧家。阎王殿，出发！敌袭！举盾！举盾！顶住！顶住！保护钦差大人！狼牙剑，草原黑狼部的制式武器。阎王殿奉九公子之命，护送钦差大人入关，挡路者杀无赦。阎王殿，你们究竟是什么人？阎王殿行事不容冒犯，来世别再惹萧家。陈大人，受惊了。这都是新月的人。是，我家九弟已在关内备下薄酒，恭候钦差大人。前面带路。底下的活阎王殿干完了，咱们这儿的也干完了。从现在起，阎王殿在明，我们在暗，警戒线向外推10里，谁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再来凑热闹，杀无赦。是。阎王殿，新月。王副统领，这些黑衣士兵真是萧家的人，咱们还要继续去雁门关吗？弟兄们心里都在打鼓，萧家要是真藏着这样一支精锐，你想说什么？这哪里是去查案，分明是去送死啊！闭嘴！我们是奉圣命北上的钦差队伍，代表天子威严。无论萧家有多少兵，有多强，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至于其他的，那是陈大人和陛下该头疼的事。
练出这样一支军队，若是自保，这把刀未免太快太利，太害人。若说谋逆，为何要派这支底牌精锐来救一个随时可能要他性命的钦差？怎么回事？难道还有刺客？新月，恭迎少帅！起！镇北王府新月恭迎陈大人莅临北境，一路风雪，大人辛苦了。萧公子客气了。若非公子麾下这支骑兵及时相救，本官怕是已经成了一线山的孤魂野鬼。这份救命之恩，本官记下了。保护朝廷钦差是我镇北王府的本分，只是看来有些人并不希望陈大人活着进入雁能关。萧公子说的不错，确实有魑魅魍魉不想让本官活，但本官只认大夏律法，不认人鬼。有人想要本官死，本官偏要活着，用自己的眼睛看清楚北境真相，回京1五1十禀报陛下。陈大人，大夏的律法救不了你的命，但在这北境，我萧家却能让你活。那就请陈大人随萧某入关吧。雁门关内，老祖母已在王府备下薄酒，大人想看什么查什么，萧某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信。那就有劳萧公子带路了。这北境的天比京城的朝堂还要深不可测。好一座雁门关！报！禀少帅，风雨楼急报，黑狼部3000游骑突然越过白狼谷，正向雁门关方向全速突进，距离不足30里，意图不明。什么？3000游骑不是主力，苍狼那头老狗是在试探。雷烈，传我将令，北大营县镇臣即刻登城，接管北门所有防务，滚木落石上城头，闯弩上弦。没有本帅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应战，违令者斩。传令大嫂柳寒轩，南大营5000精骑立刻在城后集结，任贤墨、马果提随时准备从侧翼切出，断这3000游骑的退路。遵命。既然苍狼想伸爪子试探，那本帅就把他这只爪子连根剁下来。陈大人，军情如火，新月守土有责，今日恐怕不能亲自陪同大人入府了。萧公子自去便是。国事为重，边关安危大于天。六嫂，陈大人的安危就交给你了，请务必护送大人安全入府，切不可让那些不长眼的宵小惊扰了大人半分。九弟放心，只要我在，这北境没人能动他一根汗毛。这是承诺，还是狱卒看管犯人的宣告？陈大人，王府里祖母已经等候多时了，请吧。带路。卖糖葫芦嘞！这他娘的是随时准备造反的边城，造反的人会满大街打农具准备春耕。掌柜的，这布垫色浅了些，便宜3文。大姐，这是武少夫人专门从南边商路调来的火染，洗10次都不褪色，3文分毫不让。我跟你们说啊，哎，此言差矣。这他娘的哪里像要造反的样子？京城外城的老百姓都没这精气神啊！小孩子家家看什么看？哦，娘，那些穿大衣服拿刀的人是谁啊？看着好凶。嘘，那是京城来的大官老爷。不过你放心，有九公子在，
谁也欺负不了咱们。天王老都来了，也动不了咱们雁门关一根草。老乡，在下有礼了，请问这雁门关内为何如此热闹繁华？这位官爷，看您这身派头，应该是从京城那种大地方来的吧？正是，北境边关刚发生浩劫，按理说什么？官爷，您是按着京城人的理儿说话，可您没住过北境，不知道咱这儿的理儿。咱们北境的日子能不好吗？自从九公子当了家，我们这些苦哈哈的老百姓才算是真正活得像个人，过上了好日子。本官在京城时，曾听闻那位九公子行事颇为狠辣，前不久他才将郡守赵德芳处以极刑，你们难道就不怕他吗？官爷，您这话说的可真逗。那个赵德芳，他根本就不是个人。我儿子，他叫王铁柱，是咱们镇北军的部属，跟着老王爷和8位少帅去了白狼谷，就再也没回来。他死了，我认。为大夏打仗，死在抗击蛮子沙场上，那是带把的爷们该干的事儿。我王老头养了个好儿子，我不怨，我光荣。可是赵德芳那个猪狗不如的畜生，他吞了我儿子的买命钱，他吞了阵亡将士的抚恤金啊！朝廷拨下来的银子，别说1两，连1分1毫都没到我手上。我去郡守衙门问，那衙门口的差役一脚把我踢下台阶，指着我的鼻子骂：哪有什么抚恤金？你儿子是临阵脱逃的逃兵，没资格领。逃兵，我儿子他是英雄，他身上被蛮子砍了10几刀都没退半步，他不是逃兵，他不是。可是后来九公子执掌大局，依法惩治了贪赃枉法的赵德芳，就在北大营点将台上，把那畜生干得丧尽天良的脏事儿一桩一桩念出来，念一桩惩戒一桩。我挤在围观百姓之中，睁着眼从头看到尾。此人罪行累累，受罚之时哀嚎良久，终为枉死将士偿了亏欠。而后九公子将其首级排列整齐地悬于城门示众，挂了整整14天。14天啊！我一天都没落下，天天去看，站在城门底下，高高举着我儿子的命牌，指着那畜生的脑袋大喊：铁柱啊，你在天上睁开眼看看，害你的狗官死了，九公子替5万多弟兄报仇雪恨了。王爷爷，你别哭了嘛！我娘说了，铁柱叔叔是打坏人的大英雄，大英雄的爹爹是不兴哭鼻子的。好，好，丫头说的对，爷爷不哭了。官爷，我王老头大字不识一个，不知道你们京城里那些当大官的是怎么编排我们九公子的，但我就实实在在的告诉您，九公子亲自让人给我送来了100两银子抚恤金，整整100两雪花银。来送银子的军爷还传了公子的话，以后我们这些死了儿子的绝户老头、孤儿寡母，王府全养了。娃子们长大了要念书，王府的学堂免费供着。我在这雁门关活了67年，见过的官比我吃过的盐还多，可历来当官的没一个肯正眼瞧咱们。
更不会过问泥腿子的死活，唯独九公子把咱们放在心上。官爷，您刚才问我怕不怕他，您自己摸摸良心说说，我们会怕一个把我们当人看，替我们死去的亲人讨公道的活菩萨吗？我把话撂在这儿，就算明天黑狼不来犯，九公子若要老朽赴死守城，我王某绝不皱一下眉头。大人请看，这道伤疤就是赵德芳手下恶徒砍的，他们贪图我妻子容貌，当街便要强抢，我上前阻拦，被恶徒一刀劈在脸上。你们京城那些弯弯绕的大道理老子不懂，老子就认一个死理，谁把我当人看，我就给谁卖命。九公子救了我们全家，那我这条命就是九公子的。我男人也没了，就死在白狼谷那场仗里。以前赵德芳在任时，粮价疯涨，我连最糙的糠面都买不起，好几次我都抱着娃走到城墙边上了，想着干脆跳下去一了百了。关老爷，民妇不知道您来雁门关是干啥的，但民妇斗胆，求您一件事，甭管京城怎么说，别动咱们九公子。您要是动了他，我们这满城的孤儿寡母就真的没活路了。明白！谁他娘的敢动九公子？老子不管你们是京城哪座衙门里爬出来的大官，谁要是敢在这雁门关里动九公子一根汗毛，老子就先剁了他！谁敢动九公子，便是与我们作对，便是与我们作对。如果我把今天看到的这一幕原封不动写在密折上，陛下看了会作何感想？一个边疆将门的年轻公子，拥有比朝廷更高效的治理手腕，掌握着能瞬间碾碎禁军的私兵，还拥有连天子都未必能拥有的全城百姓愿为其赴死的民心。谁敢动九公子，便是与我们作对。老乡，本官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赵德芳贪赃枉法，害死那么多北境男儿，确实死有余辜。但新月不是朝廷命官，他没有朝廷赋予的生杀大权，没有三法司核准的勾决披露。他新月凭什么擅越权责，私自处置朝廷二品大员？官爷，我们这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泥腿子，不懂你们京城里那些法不法的。我们活在这世上，就认一个理儿：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理，是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规矩，比你们写在纸上的那些冷冰冰的东西早太久了。赵德芳害死整整5万生灵啊，5万条性命，是5万个家，爹娘盼儿归，妻儿等亲人，多少老小日日苦等，却天人永隔。仅凭律法行刑，哪里抵得上万千冤屈？寡乏都算便宜奸贼。九公子除掉他，是替5万枉死之人伸冤，替咱们受尽苦楚的百姓讨还血债。官爷方才问我，九公子凭什么？今天我便直言相告，他凭白狼谷5万含冤难安的亡魂，凭雁门关满城百姓愿以性命相护的赤诚，凭一桩本该有人去做，可历朝官吏无人敢做，无人愿为底层百姓去做的公道事，是他心甘情愿挺身而出，这便是咱们北境百姓心中的法度。比起那些落在文书奏章上，挂在官员嘴边，却从不为小民做主的国法更管用。对，这才是天理，这就是我们北境的法。九公子敢为我们做主，我们就只认他。谁敢动九公子？谁敢动九公子？九公子敢为我们做主，我们就只认他。谁敢动九公子？我们全北京百姓跟他拼命！
陈玄，法是写给活人看的。若有一天这法只顾全了朝廷的体面，却顾不了底下活人的命，那这个法就该改了。受教了。使不得，使不得啊，官爷，折煞老汉了，老汉可受不起您这么大的礼。走吧，新月，你这步棋着实高明。你未曾在城门布甲兵威压本官，也不曾设酒宴巧言笼络，只用最质朴、最无可辩驳的现实事实，给我上了毕生难忘的一课。赵德芳伏法之后，雁门关良价安稳，市井安生，军民同心协力，阵亡将士的家眷皆得以妥善安置。眼前万民安乐，便是你摆在我面前的铁证。此物胜过大理寺卷宗万卷供词千份，万般辩驳说辞，字字掷地，无可反驳。你让本官亲眼看见了，什么才叫真正的民心所向。京城来的官爷，尝尝咱雁门关的手艺，刚出锅的，不收钱。你这老婆子瞎凑什么热闹？别冲撞了贵人。怕啥？这是咱们北境的地界，来者是客，咱不能失了礼数。北境无乞丐，从踏进雁门关起，我没有看到一个乞丐。不是没碰到，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都没有。卖栗子的、打铁的、做买卖的、挑担子的，甚至那个蹲在墙角晒太阳的瘸腿老汉，面前都放着小筐，装着几双刚纳好的千层底布鞋。他不是在乞讨，他是在谋生，用自己的双手堂堂正正地活着。雁门不夜城，大夏疆域内，连京城入夜后都有宵禁。更何况是直面草原蛮子的边关重镇，可这里竟敢自称不夜城。陈大人，过了前面那条主街，便是镇北王府。祖母已经备下酒水，等候钦差大人多时了。我不能这般狼狈率众入镇北王府，丢的不单是我陈玄颜面，更是大夏朝堂与皇权的体面。别的皆可舍弃，但至少我还有我这根骨头，挺了30年还没断。韩统领，今日本官先不去王府了。不去？老太君有令，请钦差大人入伍赴宴，接风洗尘。本官感谢老太君的好意，但本官今日不能去。韩统领，本官此番北上，奉的是圣谕，带的是天子。大理寺出京查案，头1日勘察地方，第2日拜会主官，第3日开堂录状。这是太祖皇帝定下的铁律，传了100年，从未有人越过。本官今日若就这么满身血污、衣衫褴褛、狼狈不堪地撞进镇北王府的大门，那不叫钦差查案，那叫逃难。大夏朝的钦差再落魄，也断没有落到逃难份上的道理。这是朝廷的脸面，也是本官的底线。萧家是忠烈满门，想必老太君也是个讲规矩的人，断不会强人所难。更何况王副统领和这些羽林卫弟兄，一线先那一战是把脑袋拎在手上替本官挡刀的，他们此刻满身是伤，有人肋骨断了，有人刀伤剑骨，急需找个地方安顿医治。若强撑着去王府赴宴，伤口一旦恶化，恐有性命之忧。本官断不能拿这些将士的命去全那所谓的接风礼事。
陈大人说的有理，驿馆酒地已提前备好，大人和诸位将士先行歇息。老太君那里，我会如实转告。有劳韩统领。出发。他是在向新月禀报，从我踏入雁门关开始，一举一动便尽在那白衣青年眼底。他人虽不在场，却无处不在。也许我今日这番拒绝入府的硬气表现，也在那个年轻人的预料之中。甚至那座驿馆，早在我还没开口之前，就已经为我备好了。陈大人，大夏的律法救不了你的命，但在这北境，我萧家却能让你活。那句话当时听着像是狂妄，可此时此刻再回味，那不是狂妄，那是事实。一个冰冷残酷，让我这个信了30年律法的老人无从反驳的事实。1、2、3， 30步，恰好是镇北军致使连发手弩的最佳杀伤射程。这个距离下，手弩箭矢穿透力充足，准头也不会出现偏差。灯笼左右交错，每15步补位，光影相接下，整条街巷无半分死角，无处可供人藏身。数10万人口的边关重镇，全城街巷30步一灯，交错排布，分毫不差。这绝非只靠钱来便能做到。足见下令者手握至高权威，无人敢阻挠，无人敢贪墨。执行的军事如同精密器械，尺寸分毫不差。这份掌控力渗透城池每一寸土地，连漫面长夜都被牢牢约束。答案不言而喻，正是那位风雪中白衣浅笑的青年。他人不在此地，意志却早已笼罩整座城池。到了。恒酒纵8 72颗，一颗不多，一颗不少。大人，您看到了，这大门的高度已经超过了1丈2。纯铜门钉72颗，恒酒纵8，汉白玉石狮子坐高4尺有余。只有世袭罔帝的亲王，经过皇上御笔亲批，才能用这个规制。这是何处？这里绝不是驿馆。韩统领，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六嫂，这位老先生和京城那些蛀虫全然不同。他打心底信奉律法，为人精明通透，性子更是宁折不弯，骗不得也压不住。唯有让他亲眼见证，自行思索。若他能悟出其中道理，便是我们要找的人。陈大人好眼力，这里确实不是驿馆。72颗门钉，恒酒纵8，汉白玉太师太保师，坐高4尺3尺，金丝楠木对开大门，高1丈2尺4尺。陈大人，您在大理寺坐堂30年，经手过的献乐案想必不少。您告诉我，一个区2品郡守，他凭什么敢住这样的宅子？2品郡守？陈大人，您这一路北上，从京城到雁门关，见惯了流民遍地，饿殍赛天。您在大理寺的案卷里，想必也见过无数关于克扣军饷、贪墨抚恤的供词。那些供词上写的数字对您来说可能只是案卷上冰冷的墨迹，但那些墨迹最后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这个，变成了那些死在白狼谷的5万条人命，最后连1两银子辅币都没拿到，便和刚才那个老汉怀里的半块命牌
变成了那个抱着孩子差点跳城墙的年轻寡妇，而他们被克扣的血汗银子、被吞掉的买命钱，全都变成了这些东西。这宅子的原主人正是大夏赤峰，深受丞相秦升器重的正二品大员，原雁门关郡守赵德芳。他怎么敢？这可是僭越，这是要灭门的重罪啊！他有何不敢？陈大人，您在京城看的是规矩，在这儿看的是生死。在这雁门关，赵德芳的话就是圣旨，只要京城里的秦相不倒，只要每年送往相府的银子够重，他就算在这宅子里建个小金銮殿，递回朝廷的折子上也只会夸他镇守边陲劳苦功高。谁会来这冰天雪地里查一个能臣的宅子？放肆！韩统领，你这是在公然诋毁朝廷。赵大人即便有错，自有法度严惩。陈大人，您是大理寺卿，这辈子的账目应该算得最精。这门料是蜀中千年古木，入水不腐，入土不朽。单是把这几根巨木运过几千里北境，沿途累死的一马冻毙的民夫不计其数。您知道这一扇门的造价吗？这一扇门能抵得上雁门关守军整整半年的军饷。王副统领，你刚才说这宅子僭越了？是大罪，按律非亲王不得用此规制，这是要诛九族的。诛九族？可他在雁门关坐镇了整整19年，这宅邸绝非一朝一夕建成，耗时3年，征调5000民夫，大雪封山之时依旧赶工。若有人累死冻毙，监工直接将尸首抛入城外乱葬岗，连张破草席都不曾施舍。你常年在京城当差，是皇上身边的人，你告诉我，一个边关郡守大兴土木建造3年的僭越宅邸，朝廷的御史台是眼瞎了还是耳聋了？为何三法司未曾收到过哪怕一份弹劾的奏折？欺瞒，定是层层欺瞒，欺瞒！这东西就立在雁门关的正街上。这么多年来，过往的巡查府台、传旨的内史，难道个个都是瞎子？他们不是瞎了眼，他们是他娘的黑了心。开门！我说开门！本官要进去看看，看看这位清廉的赵大人究竟将这宅邸打造成了何等的人间风景。这是一整块羊脂玉。这块玉原石采自西域和田深山，一支西域商队打算将它进贡给当今圣上，作为万寿贺礼，以求换取皇商封号。赵德芳得到消息后，在商队途经北境官道时，派出他暗中豢养的死士，劫杀了整支商队，200余人，连同护卫、向导和无辜马夫，一夜间全被抹了脖子。随后，他秘密召来16位江南拔尖的玉雕圣手，全关在这座宅邸暗室里，不见天日，日夜不休雕刻了整整14个月。其中2人心力耗尽，咳血猝然临逝在玉石旁。完工之日，赵德芳摆下酒宴，亲自敬了剩余14名工匠每人3杯庆功酒。第3杯酒入后，14个人无一例外七窍流出黑血，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便当场殒命。事后，16具遗体被裹入麻袋，束上巨石，连夜沉入城外深潭。而这些人的家眷，老弱妇孺与襁褓直童，也在当夜被其部下以剿匪为名尽数加害，总计47人，无一幸免。金砖。苏杭玉窑澄江细泥，七转入窑，烧足130天，桥只有金石之音。整个大夏，唯有皇宫的3大殿方有资格铺设。
这地笼里烧的不是普通木炭，无烟银丝炭，产自秦河南路，按规制只供皇宫内院和少数1品以上王公使用。这些花每年深秋赵德光命人自江南快马运送而来，单是一盆花从江南运到雁门关的运费和沿途折损，便抵得上北境一户人家1年的口粮。而为了让他们在隆冬中开放不败，地笼一日不歇，昼夜焚烧银丝炭。仅地笼的炭火钱一项，每年5000两白银。5000两。我儿子身上挨了10几刀都没退半步，他不是逃兵啊！老汉的儿子王铁柱为守护北境与边关百姓，战死白狼谷。他身中数刀，血染冰雪。朝廷发放的1两抚恤银，老人却分文未得。那笔钱去了哪儿？去了这里，变成了回廊下昼夜不息的地笼暖炉，变成了用千里一马运来的江南名花，变成了赵德芳在寒天里品茶赏花悠然度日的闲情。5万条性命的热血与骨血，终究成了他脚下取暖的炭火。畜生！大人息怒，息怒！你叫我如何息怒？王副统领，你睁大眼给本官好好瞧瞧，这便是秦松亲笔举荐的国之栋梁，这便是当今圣上口中镇守边关劳苦功高的清流大吏。他脚踩着皇宫3大殿才配铺的玉窑金砖，他迫害16名巧匠，牵连其家族47口老小，就连襁褓幼童也未能幸免，只为院中一面10硬币。他挥霍重金，拿5万边关巡逻值守人员的性命做代价，在这冰天雪地之中悠然赏他娘的江南娇花。你叫我如何息怒？你教教我呀！极品紫檀制作的桌椅，大内专供的上等海水珍珠。不对，秦松弹劾奏折上写的明白，新月将赵德芳家产尽数抄没。既然抄了家，为何这些赃物还全虚全伪摆在这儿？韩统领，秦相的奏折上写得清楚，萧公子已将赵德芳抄家。既然抄了家，为何这些价值连城的赃物还全虚全伪的摆在这儿？陈大人果然心思缜密。实不相瞒，2个月前我五嫂就带人查抄了宅中珍宝，逐一造册封存，只待变卖后充作军费与阵亡护卫人员的抚恤。这地方早前已是一座连半个铜板都没留下的空宅。那这些是九弟在您抵达雁门班的前夜，九弟特意让人依照查抄前的账册，把所有赃物尽数归回原位，就连地笼里的银丝炭，也是昨夜才重新燃燃的。九弟说，您向来只认律法规矩，多说无益，所以他想让您亲眼看清，您倾尽一生守护的大夏法度，在这偏远北境秦松的庇护之下，究竟滋生出了何等恶徒。从踏入雁门关，甚至离京那日开始，18岁的北境少帅就为我布下棋局。街头老者舞起而石碑，沿怒登登僭越宅邸，所有线索环环相扣。新月隐于幕后，精准摸透我的脾性与对律法的坚守。这不是阴谋，是专门针对我避无可避的诛心阳谋。陈大人这是疯了。是局又如何？我陈玄这一生被虚伪的律法条文蒙蔽太久，被朝堂吃人的规矩桎梏太久，我恰恰需要这样一场局，需要新月这记诛心重击，彻底敲碎我的执念，打醒自己。这盘阳谋，我陈玄甘愿入局，无怨无悔。
那是赵德芳从前某次微服私访时，从一个饿得快死的流民手上抢来的。他觉得那个流民用这种破碗吃饭的样子很有趣，像护食的野狗，便当做一件雅趣收了回来，摆在这正厅里，说要时刻提醒自己百姓之苦。百姓之苦。京中贪官尚且懂得遮掩贪腐，敛财后藏藏掖掖，心存忌惮，尚且畏惧家国律法。可赵德芳不同，他从不是暗中贪墨，而是公然炫耀。他将5万戍边护卫的性命、无数百姓的血锐、北境的民脂民膏，堂而皇之的化作宅中一木一石，丝毫懒得掩饰。他笃定，只要秦松坐镇朝堂，大夏律法就是一纸空文。整整19年，世人皆尽收眼底，却尽数视而不见。陈大人，九弟曾言，您是个极讲规矩的官。您在城门处质问百姓，认定萧家动用私刑，未走3法司正规程序，便处置赵德郎，坏了朝廷法度，践踏了国法威严。此物是从赵德芳书房最深处的暗格里搜出来的，那里记录着他这10几年来的每一笔进出账目，克扣的军饷，私吞的符序，调卖的军粮，外加他每年送往京城孝敬各位大学士、各部尚书、各路御史言官的兵进与探进，每一笔皆标明时日、数目，更附带收受之人的亲笔回赊，一笔不落。兵进探进，那是大夏官场上人人心知肚明，却万万不敢摆到台面上的脏规矩。这本账簿一旦现世，足以把大夏朝堂掀个底朝天。韩统领，这东西宝布岂是你们萧家为了脱罪凭空捏造的伪证？捏造？纸页上盖有赵德芳的私印，更有京城诸位大人的亲笔落款。王副统领若存疑，大可亲自拿去逐一比对。要不要我掀开账册，让你瞧瞧其上可有你们禁军统领的大名？3000两，那个为2两灯油钱在皇帝面前哭穷的清流名臣，一次探镜就拿了3000两。大理寺少卿，我亲手提拔，亲自考核，在年终考评上写下清正廉洁、堪为表率的下属。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孙敢，数月前白狼谷事发，满朝文武无人敢言，唯独他在大殿之上痛哭进呈万言奏书，直指镇北王府。也正因这道折子，朝廷下旨由李牧暂掌镇北军权。可如今，新月，他究竟图谋何物？九弟别无所求，陈大人是聪明人。这本账册就算原封不动摆在御案前，陛下不会毁数万性命，惩处一众朝臣。账册只会沦为权斗利器，涉事官员不过略受惩戒，破财消灾，朝堂稳固才是他心中头等大事。所以九弟只是想让陈大人用自己的双眼看个真切，这真实的北京究竟是何等模样，而我萧家究竟是因何挥起这把屠刀。大夏的法既然管不了吃人的恶鬼，那就由我萧家的刀来管。